小叔，我答应你了，求你饶了其他几位嫂嫂，他们还有孩子要养，老五身体又不好，求你了。一道怯生生又带着颤抖的女声在我耳边响起，我缓缓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三嫂云幼薇那张梨花带雨的脸，她咬着发白的嘴唇，冰冷颤抖的手正去解自己衣襟上的盘口，带着赴死的悲壮。卧槽！我猛地坐起身，脑袋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你这畜生又发什么疯？一道泼辣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四嫂苏红秀手里攥着一把生锈的剪刀，像只护崽的母鸡一样倒在床前，眼睛通红的瞪着我。你今天要是敢碰老三一下，老娘就跟你同归于尽。在苏红秀身后，五嫂林黛雪捂着胸口，剧烈的咳嗽着，苍白的脸上满是绝望。老四，别冲动，他若真要逼死我们，那便陪哥哥们去了就是。看着眼前这一幕，我脑子嗡的一声，畜生！原主简直是个畜生，不仅打骂大嫂二嫂，还惦记三嫂，连泼辣的四嫂和病弱的五嫂都不放过。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记忆，刚想开口解释，一阵夹着雪沫子的北风灌进屋里。屋角草堆里，大嫂上官芷兰紧紧抱着一对双胞胎女，绝望的哈着热气。二嫂柳如烟端着一碗黑乎乎的野菜汤走进来，眼神冷得像冰碴子，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孩子稚嫩的哭嚎：娘娘，有狗咬我！二嫂脸色刷得白了，猛地冲出去，只见她3岁的儿子虎子一瘸一拐地跑进来，小腿上全是伤，赫然是2排牙印，是村头赵德贵家的大黑狗。虎子疼得大哭，屋里5个女人瞬间乱作一团。四嫂苏红秀气得直跺脚，又是那个赵无赖，欺负咱们家没男人了是不是？五嫂林黛雪急得直咳嗽，快用清水冲洗！我没有废话，直接翻身下床，刺啦一声，我撕下身上锦袍的下摆，露出干净柔软的细棉。在5个嫂嫂震惊的目光中，我大步走到虎子面前，单膝跪地，动作轻柔却不容反抗地托起他受伤的小腿，用特种兵的急救手法迅速为他清洗包扎。别怕，有六叔在。我的声音沙哑，却透着沉稳。屋里死一般的寂静。二嫂柳如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四嫂苏红秀手里的剪刀都掉在了地上。我站起身，走到墙角取下二哥的猎弓，又抽出一把柴刀。小叔，你要去做什么？三嫂云幼薇怯生生地问。我头也不回，声音冷得像冰。去杀狗！我没有理会大嫂和五嫂在身后的惊呼劝阻，将那把锈迹斑斑的柴刀别在腰间，推门走入风雪之中。凛冬的狂风夹杂着冰碴子，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特种兵的本能让我迅速进入了状态，我压低重心，像一头前行的猎豹，悄无声息地绕到了赵德贵家低矮的土墙后。院子里，那条足有半人高的大黑狗正拴在枣树下，它显然闻到了陌生人的气味，粗壮的脖颈上鬃毛炸裂，喉咙里发出令人胆寒的低吼。我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刚才包扎伤口剩下的沾满胡子鲜血的棉布条，我没有直接扔过去，而是在墙头上用力蹭了蹭，让血腥味在风中彻底散开。汪汪汪汪！黑狗瞬间陷入了狂暴，它双眼猩红，张开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疯狂地朝着墙角扑咬。粗大的铁链被它震得嘣嘣作响，仿佛下一秒就会断裂。就在它又一次高高跃起，将铁链拉到极致，身体在半空中停滞的那个致命瞬间，我动了。我猛地从墙头跃起，不退反进，借着下坠的冲力，右手紧握那块刚才在路边捡起的棱角分明的花岗岩，宛如一颗出膛的炮弹，狠狠地砸向它的头颅。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坚硬的石头精准无误地击碎了黑狗脆弱的鼻梁，巨大的冲击力甚至将它的头骨砸出了一个凹坑。黑狗庞大的身躯在半空中猛地一降，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如同破麻袋一般重重砸在雪地里，四肢抽搐了几下，嫣红的鲜血混着脑浆流了一地，当场毙命，干净利落，一击必杀。谁他娘的在里面找死！屋门被人一脚踹开，赵德贵提着裤子，满身酒气地冲了出来。当他看清倒在血泊中的爱犬时，眼睛瞬间红了。黑风，我的黑风！赵德贵猛地抬起头，死死盯着站在风雪中的我。看清我的脸后，他先是错愕，随即勃然大怒：夏老六，你这个废物败家子，竟然敢杀老子的狗！老子今天扒了你的皮！赵德贵在村里横行霸道惯了，哪里受过这种气？他怒吼着抄起墙角一把生锈的铁齿粪叉，仗着蛮力，如同一头疯牛般朝我当胸刺来。若换做以前那个被酒色掏空身体的夏老六，这一叉子足以要了他的命。但在我这具华夏顶级特种侦察兵的灵魂面前，他的动作就像是在做慢动作。我眼神冰冷，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直到粪叉那尖锐的铁齿距离我胸口仅剩不到半尺时，我才猛地一个侧身，粪叉贴着我的衣襟险险刺空。赵德贵用力过猛，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我顺势一把攥住那粗糙的木质叉把，猛地向后一拉，同时右膝如同重锤一般，狠狠地顶在他毫无防备的腹部。他哇的一声，眼珠子猛地凸起，胃里的酒水和残渣喷涌而出，整个人像只煮熟的大虾一样崩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双手抓住他的肩膀，用力往下一压，同时右腿闪电般扫出，精准地踢在他的膝弯处，咔嚓，骨头错位的脆响。赵德贵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吼，重重地跪倒在雪地。我顺势上前一步，一只脚死死地踩在他的右脸上，将他的脑袋无情地碾进那滩混合着狗血的冰冷温雨中。夏老六，你敢打我，李正不会放过你的！赵德贵满嘴泥血，含糊不清地威胁着，眼神里却已经爬满了恐惧。我拔出腰间的柴刀，冰冷锋利的刀刃贴着他的颈动脉，感受着他那剧烈跳动的脉搏。听好了，我俯下身，声音犹如来自九幽地狱的寒风。从今往后，我夏老六的嫂嫂和侄子，你再敢多看一眼，
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我就把你像这条狗一样，一寸一寸的拆了骨头喂狼，听懂了吗？刀刃微微下压，划破了他脖子上的油皮，一丝温热的鲜血流了出来。赵德贵感受到了真正的死亡威胁，那是他在以前那个败家子身上从未感受过的实质性杀气。他吓得浑身抖如筛糠，甚至顾不上脸上的剧痛，拼命的眨眼点头。一股骚臭味从他身下弥漫开来，我嫌恶的皱了皱眉，收起柴刀，一脚将他踢开。风雪更大，我没有回头看那滩烂泥，挺直脊背，从容的走出了院子。回到家时，5个嫂嫂正焦急的等在堂屋。老六，你没受伤吧？四嫂苏红秀最先迎上来，她上下打量着我，眼里满是狐疑，甚至还捏了捏我的胳膊。那赵无赖没讹你吗？你该不会又把他家什么东西砸了，要赔钱吧？狗死了，人服了。我淡淡的说，将弓箭放下。家里没米了，我去山上找条活路。五嫂林黛雪微微蹙眉，看着我冷厉的侧脸，又看了看我挺直的脊背，轻声说：“小叔今日似与往常不同了，这外头滴水成冰，你且穿上这件旧袄吧。”他递过来一件打满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的旧棉袄，我看了他一眼，那张苍白却清秀的脸上满是担忧。我接过棉袄披上，大嫂，把锅烧热，等我回来，今晚吃肉。白山深处，大雪没过脚踝，每走一步，肺部都像拉风箱一样呼呼作响，吸入的冷空气如同刀片般刮着气管。这具身体的底子太差了，但我强行用特种兵的意志力压制住疲惫。随即，我鬼使神差来到一处熟悉的地方，那是5座新堆的土坟。我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脑子里2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正在疯狂撕扯，一个是属于纨绔子弟下沉的醉生梦死、荒唐不堪的20年，另一个是属于特种侦察兵下沉的枪林弹雨、铁血峥嵘的一生。5位兄长为国捐躯，尸骨未寒，抚须经被原主输光，留下5个如花似玉却饱受摧残的嫂嫂，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大哥、2个、3个、4个、5个。我的嗓子干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声音嘶哑。从今天起，我替那个畜生活，也替你们活。嫂嫂们和孩子们，我来护。风刮得更猛了，我缓缓站起身，眼神里的迷茫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狼一般的狠厉。欠下的债，我拿命来还。我利用前世的侦察经验，很快在被风坡的雪地里发现了一串清晰的脚印。那脚印有成年人的拳头大小，深陷在雪中，边缘有被翻起的洞洞。这是一头超过300斤的独生野猪的脚，它正在狂奔。我深吸一口气，顺着脚印快速追踪，越过一个山脊，一阵低沉的咆哮和野兽的嘶吼声顺着风传了过来。我伏低身体，像幽灵般拨开前方的灌木丛，眼前的景象让我肾上腺素飙升。一头体型庞大如黑色战车般的成年野猪，正背靠着一处石壁，与2头饥饿的孤狼对峙。野猪的嘴角挂着白沫，2根匕首般的獠牙在雪地反射下闪着寒光。一头狼已经被它的獠牙挑破了肚皮，倒在血泊中抽搐；另一头狼正在寻找机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悄无声息地攀上一棵粗壮的松树，居高临下的张弓搭箭。2哥留下的这把猎弓磅数极大，我拉满弓弦，肌肉发出酸痛的抗议，但我稳如泰山。下方剩下的那头狼终于按捺不住，发起了试探性的攻击。野猪被彻底激怒，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嚎叫，猛地低下头，朝着那头狼发起了死亡冲锋。就是现在！黑色的羽箭撕裂寒风，化作一道流光。利箭没有射中野猪厚实的身体，而是精准无误地贯穿了它右侧的眼眶，深深扎入大脑。野猪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嚎，那头狼吓得夹着尾巴落荒而逃。但这致命的一箭并没有立刻杀死这头300斤的怪物，反而激发了它生命最后的狂欢。野猪只剩下一只通红的左眼，它四处乱找，疯狂地寻找着攻击者。很快，它发现了我所在的松树，轰轰轰！它像一台失控的重型推土机，疯狂地撞击着树干。1人合抱粗的松树剧烈摇晃，积雪纷纷砸落，仿佛随时都会断裂。这畜生要拼命了！我眼中闪过一丝冷。没有选择抱紧树干等待它力竭，在野猪又一次后退，准备发起最猛烈撞击的瞬间，我拔出腰间的柴刀，直接从4米高的树杈上一跃而下。风声在耳边呼啸，野猪巨大的头颅正迎着我撞来。在接触的刹那，我身体在空中强行扭转，避开它致命的獠牙，双腿狠狠夹住它粗壮的脖颈，借着下坠的恐怖惯性和全身的力量，双手反握柴刀，对准它耳后的致命弱点，狠狠地捅了下去。刀刃破开粗糙的厚皮，深深切入大动脉，滚烫的鲜血如同喷泉般射出，溅了我满脸。野猪爆发出最后的力量，猛地一甩头，将我连人带刀狠狠地甩飞出去。我在雪地里连续翻滚了7、8圈才卸掉冲力，后背撞在一块石头上，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但我没有丝毫停留，立刻翻身跃起，摆出防御姿态。前方那头300斤的怪物像无头苍蝇一样又冲出10斤，撞断了2根手腕粗的枯木后，终于因为失血过多轰然倒塌，抽搐了几下，彻底没了声息。我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擦了擦脸上的猪血，嘴角勾起一抹狂野的笑意。傍晚时分，当我拖着用藤条绑好的犹如一座肉山般的300斤大野猪，一步一个血印的走进夏家破败的院子时，整个夏家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5个嫂嫂加上3个瘦骨嶙峋的孩子，全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呆立在原地。天爷啊！4嫂苏红秀手里的扫帚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瞪圆了眼睛，随后爆发出狂喜的尖叫。老六，你这是打了头雄鸡回来吗？
二嫂柳如烟看着我满身的鲜血和血水，嘴唇动了动，那句平时总是挂在嘴边的刻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眼底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震撼。三嫂云又微吓得捂住了嘴，眼圈立刻红了，赶紧跑过来要帮我解藤条。小叔，你流了好多血。那是猪血。我随手将藤条扔在地上，目光扫过5个表情各异的嫂嫂。大嫂上官芷兰紧紧搂着双胞胎女儿，眼泪夺眶而出。五嫂林黛雪捂着嘴轻咳，目光定定地看着我，仿佛第一次认识我这个人。大嫂，我走到那口早就烧热的铁锅前，声音因为疲惫而沙哑，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底气。我说过今晚吃肉。我看着他们一字一顿，从今往后有我夏老六在，谁也别想再欺负你们，这好日子我给你们打下来。夜幕降临，夏家破旧的院子里火光冲天，一口缺了口的大铁锅架在临时垒起的灶台上，锅里翻滚着大块的带骨野猪肉和几把发黄的干野菜，浓郁霸道的肉香混合着柴火的噼啪声，像长了翅膀一样飘满整个窝窝村。对于那些整日啃树皮咽粗糠的村民来说，这香味简直是在要他们的命，但在夏家，这是一种久违的令人鼻酸的幸福。一张破旧缺角的方桌旁，3个孩子眼巴巴地盯着锅里，口水都快连成线了。我拿过大勺，给3个孩子每人盛了满满一大碗肉，然后看向站在一旁的嫂嫂们，还愣着干什么？端碗。我沉声说道。四嫂苏红秀第一个凑了上来，她手里虽然端着破陶碗，但那双精明的大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案板上剩下的那一小半座肉山，眼珠子滴溜溜直转，满脸写着算计。老六，这野猪少说也有300斤，除了今晚咱们吃的和留着过冬的，剩下的要是全卖到镇上酒楼去，那得换多少白面和铜板啊！苏红秀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掰着手指头算。还有那张完整的猪皮，我刚才摸了，厚实得很，削制出来能卖给皮货商做大厂。老六，你这回可是真出息了。我看着他那副财迷的可爱模样，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顺手给他舀了一大勺最肥美的五花肉。四嫂算得精，明天这肉和皮子就按你说的办，拿去卖了换银钱。苏红秀捧着那碗冒尖的肉，眼圈突然就红了，她别过头，吸了吸鼻子，泼辣的骂了一句：“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三嫂云又微怯生生的凑过来，我给她盛了瘦肉多的部分，她低着头，小脸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小声说了句：“谢谢小叔。”大嫂上官芷兰端着碗，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眼泪吧嗒吧嗒直掉，却怎么也舍不得动筷子。大嫂，吃。我按住她的肩膀，以后这种日子天天有，别省。二嫂柳如烟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端过碗一声不吭地走到角落，但我注意到她拿筷子的手在微微发抖。这时，五嫂林黛雪端着一碗清汤走了过来，她体弱多病，身形消瘦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但这几天她的表现却让我看出她是个外柔内刚、极有主意的女人。她没有看锅里的肉，而是将手里那碗温热的野菜肉汤递到我面前。小叔，你失血不少，又在风雪里熬了一天，先喝口热汤暖暖肠胃，再吃油腻的，免得腹痛。林黛雪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拒绝的笃定。她那一双清澈的眸子借着火光扫过我衣服上干涸的血迹，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心疼与审视。你懂医？我有些意外地接过汤，略读过几本医书罢了。林黛雪轻咳2声，拢了拢单薄的衣领。小叔今日的杀伐果决，也让人刮目相看。这汤你当喝。我仰起头，将那碗带着淡淡草药味的肉汤一饮而尽，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入胃部，驱散了骨髓里的严寒。吃饱喝足后，我没有休息。前世的特种野外生存经验让我知道，新鲜的肉在没有冷库的条件下极易腐坏。我操起剔骨刀，在院子里将剩下的200多斤野猪肉迅速分割，最好的里脊、五花和完整的猪皮单独包好，准备明天卖钱。剩下的我撒上粗盐，挂在屋檐下风干。柳如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看着我行云流水般的卸牛刀法，冷不丁出声：“你这刀法不像是山里猎户的手艺，倒像是杀人的手艺。”我头也不回，淡淡接话。柳如烟呼吸一滞，我转过身，看着她那双充满防备的眼睛，擦了擦手上的血水。二嫂，在这乱世，没有杀人的手段，怎么护得住你们吃肉？柳如烟愣住了，破天荒的没有出言反驳。她深深看了我一眼，转身回屋拿了一块干净的热毛巾，硬邦邦的塞进我手里。擦擦你脸上的猪血，看着像个活阎王。我拿着还带余温的毛巾，无声的笑了。二嫂、四嫂这家里最硬的2块冰似乎开始融化了。第二天清晨，天色灰蒙蒙的，我将30多斤最精细的野猪肉和削制好的野猪皮打包，塞进背篓里，正准备出门，五嫂林黛雪披着衣服走了出来。小叔，此去镇上30里雪路，万事小心。赵德贵睚眦必报，恐他在路上使绊子。他轻声叮嘱。放心，他若敢来，就让他永远留在雪地里。我拍了拍腰间的柴刀，四嫂苏红秀也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挥舞着锅铲。老六，镇上福满楼的周掌柜最是黑心，你这可是纯正的白山野猪，肥膘厚实，一斤少于30文，绝对不能卖。皮子不给个3两银子，你宁可背回来。知道了，四嫂。我笑着应下。家里有个精打细算的女，确实省心不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我大步流星地朝着青石镇走去。特种兵的体能正在这具身体里一点点复苏。走了约莫1个多时辰，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和车轱辘碾压积雪的声音。我警惕地让到路边，右手已经摸向了背后的猎弓。一辆轻步马车在我身边缓缓停下，车帘掀开，露出一张清癯温和的脸庞，正是村里唯一的读书人张秀才。可是夏家老六
张秀才打量着我，目光落在我鼓鼓囊囊的背篓上。这大雪封山的，你要去镇上？张伯，去卖点山货。我微微颔首，不卑不亢。前世的记忆里，张秀才是村里少数几个没有落井下石，还曾接济过嫂嫂们的体面人。张秀才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往日那个畏缩、流里流气的夏家败家子，今日竟站得如苍松般笔挺，眼神锐利清明，隐隐透着一股肃杀之气。听闻你昨日在村里为了护着侄子，打死了赵德贵的恶犬，还一人进山猎了头大野猪。张秀才抚须问道：“运气好罢了。”运气可杀不了300斤的畜生。张秀才叹了口气，眼中满是欣慰。你几个兄长皆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为国捐躯，你如今能浪子回头，撑起门楣，好，很好。上车吧，老夫正好要去镇上，载你一程。我没有推辞，翻身上了马车。车上，张秀才得知我要去卖肉，沉吟道：“这野猪肉是稀罕物，但你若直接去市集，那些肉徒定会欺你面生，联手压价。你四嫂虽精明，但不知镇上深浅。这样，老夫与福满楼的周掌柜有些交情，带你直接去后厨找他。”多谢张伯指点。我心中一喜，有本地名流引荐，这第一桶金算是稳了。半个时辰后，马车停在青石镇最繁华的街道，跟着张秀才进了福满楼。那圆滑世故的周掌柜一听是张秀才引荐，立刻堆起笑脸。但当他打开我的背篓，看到那层次分明、带着金银冰花的顶级野猪五花肉时，一双小眼睛瞬间爆发出金光。好肉，这标水，这成色，绝了！周掌柜赞不绝口。经过一番极限拉扯，最终35斤精肉，外加那张完整的野猪皮，周掌柜痛快地给出了15两银子的高价。15两，在这铜板就能买肉的年代，对于如今的夏家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我揣着沉甸甸的银锭，向张秀才郑重道谢后，转身走进了镇上最大的生存的第一步有了。掌柜，来50斤，要上好的精细粟米，20斤白面，粗盐10斤，猪油2罐。我将1两碎银子重重拍在粮铺的柜台上，豪气干云。粮铺掌柜见我衣衫褴褛，本不想搭理，但一看到银子，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招呼伙计赶紧称粮。在这个年代，底层百姓常年吃糠咽菜，连粗糙的陈粮都吃不饱，但我绝不允许我的家人再受这种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应对接下来的危机，必须把这群孤儿寡母的身体养好。买完粮食，我又径直走进了旁边的布庄。最厚实的青色细棉布，扯上3匹，给孩子们做棉袄、棉花，来上20斤。我顿了顿，脑海中浮现出家里那5个穿着单薄、补丁落补丁的嫂嫂。再拿5匹颜色鲜亮、耐磨的料子，湖蓝、绛红、素绿、海棠色、月白色，各要1匹。布庄掌柜惊得合不拢嘴，客官，这可得花去5两多银子。包好。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最后，我提着大包小包走进了镇上唯一的医馆——百草堂。老郎中正在抓药，我上前一步：“大夫，抓些活血化瘀的伤药，另外再配一副治气虚体寒、久咳不愈的温补方子，要用好药材。”五嫂林黛雪那压抑的咳嗽声和苍白的脸色，我一直记在心里。在这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一个小小的风寒都能要了人的命。一切采购完毕，足足花去了10两银子。我雇了一辆宽大的牛车，将这些足以让普通农户过上3年好日子的物资全部装上，迎着寒风，踏上了回窝窝村的路。当牛车满载着货物，慢悠悠地停在夏家破败的院门口时，整个窝窝村都轰动了。老天爷，那是一整袋白面吗？这是抢了钱庄了，那么多新布，这得多少钱啊？赵德贵还说他得罪了山神活不长，我看他是发了横财了。村民们躲在远处指指点点，满眼都是嫉妒和震惊。赶车的老汉停稳了牛车，我跳下车，一把推开院门。大嫂、四嫂，出来搬东西。最先冲出来的是四嫂苏红秀，她原本还在院子里洗衣服，一听到我的声音，甩着手上的水珠就跑了出来。当她看到牛车上堆成小山的米面布匹时，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下巴都快掉到地上。老六，你把福满楼给洗劫了。苏红秀咽了口唾沫，声音都在发抖。少废话，来搭把手。我扛起最重的一袋50斤粟米，轻轻松松地走进院子。大嫂上官芷兰，二嫂柳如烟，三嫂云幼薇，还有五嫂林黛雪，此刻全都呆立在堂屋门口，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一趟又一趟地往屋里搬东西。小叔，这些真的是买给我们的？云幼薇看着那几匹颜色鲜亮的布料，眼底闪过一丝女孩家本能的喜爱，却又不敢伸手去摸。当最后一件东西搬完，我牵走了牛车，关上院门，隔绝了外面那些窥探的视线。屋里5个女人围着那堆物资，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我从怀里掏出剩下的5两多碎银子，走到大嫂上官芷兰面前，一把塞进她的手里。大嫂，这是卖野猪剩下的钱，你是长嫂，这个家以后归你管账。上官芷兰捧着那沉甸甸的银子，犹如烫手山芋，她嘴唇哆嗦着。老六，这使不得，这都是你拿命换来的钱。大嫂，我加重了语气，目光扫过所有人。我说过，我要护着你们，从今往后，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苏红秀看着那包银子，眼睛放光，但她破天荒的没有争抢，而是极其认真的看着我。老六，你今天这番做派，四嫂我是真服了。你放心，钱在大嫂手里，我在旁边帮着算计，绝不让别人占咱家1分便宜。我笑了笑，又转头看向站在角落里正捂着嘴轻轻咳嗽的林黛雪。我从一堆物品中翻出那个扎得严严实实的药包，走到她面前递了过去。五嫂，这是在百草堂抓的温补药，1天2贴。大夫说你的身子亏空的厉害，不能断药。林黛雪浑身一颤，抬起那双盈盈如秋水般的眸子，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他原以为我买的都是生活必需品，却没想到，在这个视女人如草芥，视病人为累赘的年代，我竟然会花大价钱专门为她抓药。小叔，你……林黛雪的眼眶瞬间红了，一滴清泪划过苍白的脸颊，她紧紧攥着药包，屈膝就要给我行礼。嫂嫂，谢过小叔救命之恩。我一把拖住她的手臂，触手的冰凉让我心头一紧。五嫂折煞我了，好好养病，家里以后还需要你这个女诸葛出谋划策呢。旁边的二嫂柳如烟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她那双原本总是结着寒冰的眸子，此刻已经彻底融化，眼底深处翻涌着常人难以察觉的惊涛骇浪。行了，都别愣着了。我拍了拍手，打破了有些沉重的气氛。四嫂，你带着三嫂给大家量体裁衣。大嫂，今晚咱们吃白面馒头、猪油拌饭。好嘞。苏红秀一把抄起剪刀，兴奋地招呼着：“都过来！老六给咱们挑的这布料可是镇上最时兴的颜色。”屋子里终于响起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欢声笑语。我靠在门框上，看着这温馨的一幕，但我的大脑却在飞速运转。今天这番高调采购固然能让家人安心，但也必定会引来村里那些红眼兵的觊觎。赵德贵之流绝不会善罢甘休，还有那个贪婪无度的李正，想要在这乱世真正立足，仅仅打猎是不够的。我的目光投向了院子里那堆用来修补墙壁的黄泥和茅草。冬天快到了，这破屋子根本挡不住严寒，特种野外生存技能造火抗与火墙是时候提上日程了。不仅如此，我还需要更强大的武器。一把能连发的钢弩已经在我的脑海中绘制出了图纸。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而我夏老六最不怕的就是危机。接下来的几天，夏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日三餐虽不说顿顿大鱼大肉，但那香喷喷的白面馒头、油润的素米饭，还有浓郁的野猪肉汤，已经彻底让这个家告别了忍饥挨饿的日子。三个孩子的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润了起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天瑟缩在草堆里。大嫂上官芷兰将家里的开销算得清清楚楚，每一粒米、每一文钱都用在刀刃上。四嫂苏红秀更是把精明发挥到了极致，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缺了角的算盘，天天趴在桌上打得啪啪作响，连一根柴火的价钱都要跟村里人锱铢必较。但每当算完账，她看着日益丰盈的米缸，那张明艳泼辣的脸上总是忍不住笑出花来。三嫂云幼薇心灵手巧，没日没夜的赶工，几天时间就给三个孩子做好了崭新的厚棉袄。当胡子和双胞胎姐妹穿上新衣，在院子里兴奋的打转时，云幼薇的眼底满是温柔的光，而我则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改造这个摇摇欲坠的家上。冬天越来越冷，单凭几件棉袄和破漏的屋顶，根本熬不过白山最严酷的风雪。老六，你这几天天天往后山跑，挖这么多黄泥和石头回来做甚？难不成你要自己盖房子？这天中午，我正光着膀子在院子里和泥，四嫂苏红秀端着一碗热水走出来，满脸不解地看着我垒起的一排排泥砖。这叫土坯。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接过水碗一饮而尽。天马上就要降大雪了，这破屋子四处漏风，必须重新修缮。我打算在主屋的墙壁内砌上中空的烟道，连着外面的灶台，这叫火墙。等烧起火来，热气顺着墙壁走，整个屋子冬天都暖和的，能穿单衣。火墙？苏红秀瞪大了眼睛，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墙里走烟，那房子要是烧起来，咱们一家老小还不得全折在里面？放心，我有分寸。我笑了笑，没有过多解释现代的建筑原理。前世在特种部队，极寒地带的野外生存和工事构筑是必修课，弄个火墙火炕简直是小菜一碟。就在这时，五嫂林黛雪披着我买的那件素色布袄走了出来，她连日来喝着我配的温补药，咳嗽已经少了许多，原本苍白的脸上也有了一丝血色，整个人透着一股书卷气的清雅。她站在一旁，仔细端详着我画在地上的简易图纸，又看了看那些奇形怪状的烟道结构，眼中闪过一丝异彩。四嫂莫忧。林黛雪轻声开口，声音如黄莺出谷。我观小叔这图纸，心思巧妙至极，烟道迂回，热气虽入墙体，却被厚实的泥砖隔绝了明火，只留余温。若真能建成，却是御寒的奇法。古书墨子中似有记载类似温室之法，不想小叔竟懂得这等匠心独运的手艺。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这个五嫂不仅懂医理，竟然连墨家机关术的残篇都看过，这可绝不是普通农家女子能有的见识。五嫂慧眼，我随口应道。这几日还要劳烦嫂嫂们帮我揉些碎麦秸混在泥里，增加泥砖的韧性。这有何难？二嫂柳如烟不知何时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二话不说，挽起袖子，露出虽然消瘦却带着几分力量感的小臂，直接走到泥坑边，抓起一把麦秸就往里和。她依旧没有多余的废话，但行动已经表明了她的态度。一家人第一次为了同一个目标，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齐心协力地忙碌起来。泥土飞溅，笑语欢声，胡子和两个双胞胎姐妹成了我的小跟班，他们帮不上大忙，就在一旁学着和泥巴，糊了满脸的黄泥。咯咯的笑声成了这个冬天最温暖的音符。看着这一幕，我前世那颗在枪林弹雨中早已磨出厚茧的心，仿佛被什么柔软的东西轻轻触碰了一下。这就是我必须誓死守护的理。火墙的工程进展得很顺利，但在砌筑最关键的炉膛和烟道接口时，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普通的黄泥不够耐火，长时间高温烘烤容易开裂漏烟，我需要一种更坚固的粘合剂——石灰。前身的记忆里，白山深处有一片光秃秃的白色石崖，当时的原主只是觉得那地方阴森不吉利，但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那极有可能是天然的石灰岩矿脉。更让我心动的是，记忆中那片石崖附近总有成群的野鹿和狍子出没，它们似乎很喜欢去舔舐崖壁下方的泥土。野生动物舔舐泥土只有一个可能，盐。在这个盐铁专营，官盐贵如黄金且杂质极多的私自贩盐是杀头的重罪。但如果那里真的有天然的盐碱地甚至盐矿，只要我能提纯出雪花精盐，那对夏家来说将是一座取之不尽的金山。想到这里，
我的心脏猛地跳动了2下。这天清晨，我将弓箭擦拭的锃亮，柴刀磨得吹毛断发，借口去深山寻些结实的石料，独自一人踏入了白山深处。这一次，我没有在边缘地带徘徊，而是直接向着记忆中那片白色的石崖进发。越往深处走，地势越发险峻，四周古木参天，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着腐叶和野兽的气息。特种兵的直觉让我浑身的肌肉都处于紧绷状态。我像一个幽灵般在林间穿梭，不留下一丝痕迹。临近中午时分，拨开一片茂密的荆棘丛，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巨大的白色岩壁如同刀削斧劈般矗立在山谷之中，在阳光下刺的人睁不开眼。果然是石灰岩，我心中狂喜，快步走上前，用柴刀敲下几块白色的石头塞进背篓。有了这些，火墙的质量就能得到质的飞跃。紧接着，我的目光迅速向下搜索，在岩壁底部一个隐蔽的凹陷处，我发现了一片颜色泛着异样灰白，表面结着一层薄薄霜状物的泥土，四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兽类体液，有的甚至深达数寸。我蹲下身，用手指蘸起一点那白色的霜状物，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一股浓烈、苦涩却又无比纯正的咸味瞬间在舌尖炸开。是消炎，是纯度极高的天然消炎土。只要通过简单的溶解、沉淀、过滤和熬煮，我就能提炼出比这个时代任何官盐都要细密洁白的经验。我强压下内心的激动，开始疯狂地用柴刀挖掘那些盐土，装进早已准备好的麻袋里。就在我装满半袋盐土时，一阵极轻微的树叶摩擦声从右侧的密林中传来，声音很轻，但在我经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的听觉中，却如同惊雷般刺耳。那绝不是风声，也不是小型食草动物的动静，那是一种沉重、带有压迫感且刻意放缓的脚步声。我瞬间停止了所有的动作，甚至连呼吸都放缓到了极限。右手无声无息地抽出了背上的猎弓，左手搭上一支锋利的铁羽箭，身体犹如一张拉满的弓，缓缓转过头，死死盯住了声音传来的方向。一头体型比成年人还要高大，浑身长满黑褐色长毛的猛兽，正从阴暗的树丛中无声无息地探出头来。它的鼻子里喷着粗气，一双闪烁着贪婪与残忍光芒的小眼睛正死死地锁定着我。那是白山真正的霸主，成年黑瞎子。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黑熊的嗅觉极其灵敏，它显然也是冲着这片岩土来，却没想到自己的领地被一个人类闯入。它没有立刻扑上来，而是人立而起，足足有2米多高，庞大的身躯犹如一座黑色的铁塔，挡住了大半的阳光。它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森白的獠牙，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狂暴的腥风扑面而来，甚至吹动了我的头发。这种近距离面对顶级掠食者的压迫，足以让普通人瞬间双腿发软，失去反抗的勇气。但我没有，我知道，在面对熊这种猛兽时，一旦转身逃跑，就等于把后背留给了死神。熊的奔跑速度在短距离内远超人类，不出10秒，它那足以拍碎人头骨的巨掌就会落在我的后脑勺上。我的眼神平静的犹如一潭死水，大脑在1/10秒内计算出了所有的弹道、风速和敌人的弱点。畜生！我冷喝一声，手中的猎弓瞬间拉成了满月，弓弦震颤的嗡鸣声还没落下，那支铁羽箭已经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直奔黑熊那只微睁的左眼。这一箭快准准，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但黑熊的反应速度出乎意料的快，或者说他后世的头骨救了他一命。在箭矢即将射下他眼睛的瞬间，他猛地一偏头，呼哧一声，利箭深深加入了他眼角侧面的厚皮和肌肉中，鲜血瞬间飙射而出。黑熊发出一声怒吼，剧痛让黑熊彻底陷入了疯狂。他四肢着地，犹如一辆狂暴的重型坦克，带起漫天的积雪和枯叶，朝着我发起了死亡冲锋。地面都在他沉重的脚步下微微颤抖。我没有慌乱，迅速后退2步，借着一块巨石的掩护，以极快的手速再次搭上一支箭。第2箭直取他奔跑时暴露出的前胸，但这头熊太庞大，脂肪和厚皮如同天然的铠甲，箭矢虽然没入半矢，却根本无法造成致命伤，反而激起了他更凶悍的兽性。此时他和我的距离只剩不到5米，那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已经直逼面门。我猛地扔掉猎弓，就地一个极其狼狈却实用的前午饭，从黑熊的侧面险之又险地擦了过去。黑熊收拾不及，巨大的前掌狠狠拍在我刚才躲藏的地方，竟然硬生生将那块坚硬的石头拍出了几道裂缝，碎石飞溅，划破了我的脸颊，一丝温热流了下来，生死一线。我没有半分停顿，在翻滚起身的瞬间，右手已经拔出了腰间的柴刀。特种兵格斗术讲究的就是一招制敌，不择手段。我借着起身的反冲力，不退反进，像一颗钉子一样狠狠扎向黑熊的侧后方。我双手握紧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那把被我磨得锋利无比的柴刀从黑熊柔软的腹部斜向上一路划开。滚烫的鲜血混合着令人作呕的内脏气息，瞬间喷洒了我一身。这开膛破肚的一击，终于让这头霸主发出了濒死的惨嚎。他庞大的身躯猛地一拧，回身一巴掌扫向我。我只觉得胸口如同被一柄大铁锤狠狠砸中，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5-6米，重重地撞在一棵松树上。我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感觉肋骨至少断了2根，5脏6腑都在翻江倒海。但我强撑着没有倒下，死死盯着前方。那头黑熊内脏流了一地，但强悍的生命力让它依旧没有立刻死去。它红着眼睛，拖着一地的肠子，一步一步地朝着我挪过来，每走一步都在雪地上留下触目惊心的血影。我深吸一口气，强忍着剧痛，从大腿外侧拔出了最后一把防身的军用匕首。这是我前世带来的习惯，用生铁自己打磨的短刃。来啊！我啐了一口血沫，眼神凶如恶狼。黑熊终于走到了我面前，他高高举起那只沾满鲜血的巨掌，准备给我最后一击。就在他巨掌落下的瞬间，他眼中的光芒突然涣散，庞大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住，轰隆一声巨响，犹如一座小山般倒在了我的脚下，激起漫天雪尘。死了！我靠着树干滑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早已被冷汗和鲜血湿透。看着眼前这具价值连城的巨大尸体，我咧开嘴，无声地笑了。熊掌、熊胆，甚至这身厚实的熊皮，五嫂的救命药，四嫂的算盘账，大嫂的米缸，还有在这个乱世立足的资格，全都有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成了家里重点保护的伤员。五嫂林黛雪亲自为我接骨上药，用的是她从医书上看来的偏方，加上我买回来的好药材，我的肋骨恢复的奇快。四嫂苏红秀则像只护食的老母鸡，天天守着那张熊皮和4个熊掌，谁也不让碰。她每天都在算盘上噼里啪啦的打着，算计着这笔天降横才能换回多少良田和米。而在我养伤的这段时间，我并没有闲着，我指挥着嫂嫂们开始了夏家大院的全面改造计划。首先是火墙，我将从后山带回来的石灰岩在院子里架起火堆煅烧，冷却后捣碎，混合着黄泥、沙子和碎麦秸，制成了最原始的三合土。这种三合土干透后坚硬如石，不仅防火，而且保温性能极佳。我亲自指挥，二嫂柳如烟作为主力，我们在主屋的墙壁内部砌出了一套复杂的烟道系统，烟道连接着厨房的灶台，只要厨房一烧火做饭，高温的烟气就会顺着墙壁内的管道循环一圈，最后才从屋顶的烟囱排出。当第一炉火升起，半个时辰后，热了，墙真的热了。三嫂云又微惊喜地摸着墙壁，像个孩子一样跳了起来。大嫂上官芷兰和五嫂林黛雪坐在屋内，感受着原本冰窖般的屋子渐渐变得温暖如春，连呼吸都不再冒白气，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小叔，你这法子简直是夺天地之造化！林黛雪由衷的赞叹。有了火墙，这个冬天夏家再也不怕冻死人了。但解决温饱只是第一步，我知道这头熊的出现迟早会走漏风声。新石镇上那些贪婪的恶狼，还有窝窝村里那个一直对我怀恨在心的李正钱柜，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夏家报复。在这乱世，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只有拥有绝对的武才能守住这份财富。伤好的差不多后，我开始在院子角落里搭建一个简易的土高炉。老六，你这又是要做什么？神神叨叨的。苏红秀看着我把家里几把生锈的破镰刀和旧铁锅都扔进了炉子里，心疼的直咧嘴。四嫂，我要打造一件能护住院子的大杀器。我拉动着自制的牛皮风箱，炉膛里的火光将我的脸映得通红。炼钢，这听起来像是在痴人说梦，但前世作为特种兵，野外生存和简易武器制造是必修课。我利用木炭的高温和反复的锻炼，去除生铁中的杂质，提高碳含量。接连3个日夜，清脆的打铁声在夏家院子里回荡。柳如烟默默地站在我身边，接过我手里沉重的大锤，配合着我的节奏，一次次将烧红的铁块砸得火星四溅。她的力气出奇的大，而且悟性极高。二嫂，你以前练过武？我忍不住问道。柳如烟动作一顿，眼神暗淡了一瞬，淡淡的说：“以前在娘家跟护院学过几招粗浅把式罢了。”我没有多问，每个人都有秘密。当最后一块百炼钢成型时，我将其打磨成了一组复杂的机械零件，弩机、弩臂以及一个可以容纳10支短剑的剑匣。最后，我用坚韧的野牛筋做弦，将所有零件组装在一段上好的拓木上。一把超越这个时代数百年的单兵大杀器，简易版连发手弩诞生了。我端起这把通体乌黑、散发着冰冷金属光泽的连弩，瞄准了院墙外30步远的一棵枯树。扣动扳机的瞬间，5支短小精悍的钢簇破甲剑，如同毒蛇吐信般，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连环射出。5支箭渐渐摇尾，深深地钉入了那棵枯树坚硬的树干中。尾羽还在剧烈颤抖。苏红秀惊得手里的瓜子都掉了一地。柳如烟的眼中爆发出一阵狂热的光芒。林黛雪看着那棵树，轻叹一声：“有此等神兵利器，小叔，你到底藏着多少秘密？”我抚摸着冰冷的弩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有了它，谁敢来抢咱们夏家的东西，我就让他有来无回。10天后，我的伤势彻底痊愈，甚至比之前还要强壮几分。那枚熊胆配合五嫂林黛雪精妙的医理调养，不仅治好了她的沉疴，也极大的滋补了我的这具躯体。而夏家也在悄然发生着蜕变。3间正房的火墙全部完工，即便外面大雪封山，滴水成冰，屋内也是暖意融融。大嫂上官芷兰和3嫂云幼薇带着孩子们，穿着崭新的厚棉袄，在热乎乎的炕上翻花绳，笑声不断。4嫂苏红秀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一遍遍抚摸那张黑亮厚实的熊皮，算盘打得噼啪作响，已经在盘算着开春后买几亩水田的事。但平静的湖面下，暗流早已汹涌。老六，这2天村里不太对劲。晚饭后，2嫂柳如烟走到我身边，手里拿着那把她帮我一起锻造的短刀，压低声音说道：“我今天去村口井边打水，看到李正钱柜家的几个狗腿子，鬼鬼祟祟的在咱家院墙外转悠。还有那个被你打断腿的赵德贵，这几天逢人便说你在深山里挖到了前朝的古墓，发了横财。”我停下手里正在打磨的弩箭箭头，冷笑一声：“财帛动人心，他们是看咱们家最近又是买米面又是修房子，眼红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五嫂林黛雪披着衣服从里屋走出来，眉头微蹙：“小叔，你猎熊的事虽未张扬，但那日你拖着木牌回村，难免有人瞧见端倪。钱柜贪婪成性，在这窝窝村一手遮天。他若真以盗墓或来路不明为由，勾结县衙的差役来抄家，咱们这孤儿寡母的恐难抵挡。”林黛雪不愧是读过书的，一眼就看穿了钱柜阴毒的套路。在这个时代，平头百姓想护住巨大的财富，比登天还难，更何况是4个绝色寡妇和一个曾经的败家子。五嫂说的对，所以咱们不能坐以待毙。我放下弩箭，眼中闪过一丝森寒的杀意。你又要杀人？柳如烟眼神一凛，握紧了刀柄，非但没有害怕，反而透着一股跃跃欲试的狠劲儿。算我一个。我看着他，摇了摇头。二嫂，杀几个村里的地痞容易，但杀了钱柜会引来官府的镇压，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你要如何？苏红秀也凑了过来，一
听有人要抢他的钱，这财迷嫂子瞬间炸毛了。那老不死的要是敢来，老娘拿粪勺泼他！我要让他不敢来，也不敢想。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明天我要去趟镇上，四嫂把你那张熊皮和2个熊掌包好。啊，你真要卖啊？苏红秀一脸肉痛。不卖，怎么把这水搅浑？我神秘一笑。第二天清晨，我背着沉甸甸的背篓，迎着风雪，再次踏上了去青石镇的路。这一次，我没有去找福满楼的周掌柜，也没有去找百草堂的徐郎中，而是径直去了青石镇最大的典当行——万聚当。万聚当的背后是清河郡有名的豪门大族，底蕴深厚，黑白2道通吃。我戴着一顶破斗笠，压低帽檐，走进当铺。高高的柜台后，朝凤正眯着眼打盹。我没有废话，直接将背篓砰的一声放在柜台里。死当！我声音低沉沙哑。朝凤不耐烦地睁开眼，刚想呵斥，但当他看到我掀开布包，露出的那张黑得发亮、毫无杂色的完整熊皮，以及那2个犹如蒲扇般大小的熊掌时，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这是……朝凤倒吸一口凉气，声音都在发抖。客官，您稍等，快去请大掌柜。片刻后，一个大腹便便、眼神精明的中年掌柜急匆匆地走了出来。他戴上琉璃镜片，仔细端详着熊皮和熊掌，越看越心惊。极品，真是极品！大掌柜激动地直搓手。这位壮士，敢问这熊？白山深处，我一个人猎的。我冷冷打断他，眼神锐利如刀。开个价吧。大掌柜被我身上散发出的那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煞气震了一下，收起了原本想要压价的心思，立刻换上了一副恭敬的笑容。壮士好本事，这熊皮完整无缺，熊掌更是珍馐。我万聚当愿意出价200两雪花白银，不知壮士意下如何？200两，这在青石镇绝对是一笔足以让人疯狂的巨款。我没有任何犹豫，点了点头。成交。不过我有个条件。壮士请讲。给我换成2张100两的银票，另外我需要你们万聚党的一样东西，一块能证明这笔交易的当票，要写明是白山猎熊所得，盖上你们大掌柜的私印。大掌柜先是一愣，随即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在山海沉浮多年，他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这是要借万聚党的事来洗白这笔巨款的来路，同时震慑那些心怀不轨的宵小之徒。壮士是个明白人。大掌柜爽快地答应，亲自写了当票，盖上印章，连同200两银票一起双手奉上。我收好银票和当票，走出当铺，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是第2步，我转身走进了一家茶馆，要了一壶最便宜的碎茶，坐在靠窗的角落里。这里3教9流汇聚，是消息流通最快的地方。我故意露出半截崭新的银票，用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几桌人听到的声音，对茶博士说道：“这白山深处的熊可真难杀，差点要了老子的命。好在万聚党识货，给了个好价钱。”话音刚落，茶馆里瞬间安静了一瞬，无数道贪婪、震惊甚至敬畏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我身上。我冷笑一声，丢下几枚铜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茶馆。不用到明天，整个青石镇甚至周边的村镇都会知道，窝窝村的夏老六不仅是个能单杀黑熊的好角色，而且身上还带着万聚当给的200两巨款，这叫敲山震虎。我知道这个消息传回窝窝村，李正钱柜一定会气得吐血，他想用盗墓的罪名来搞我，已经成了笑话。万聚当的当票就是铁证，但这还没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200两巨款足以让钱柜这种贪官铤而走险，甚至勾结镇上的亡命之徒来抢劫，而这正是我想要的。我要在他们动手之前布下一个天罗地网，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买了一些黑火药的原料，硫磺、木炭、硝石，这是前世特种兵制造简易爆炸物的基本功。带着满腔的杀意，我踏上了归途，真正的猎杀才刚刚开始。回到窝窝村，天色已晚，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去了村西头那片荒废已久的乱葬岗。这片乱葬岗背靠白山云脉，平时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将买来的黑火药原料藏了进去。回到家时，5个嫂嫂正焦急地等在门口。老六，你可算回来了。四嫂苏红秀一把将我拉进院子，反锁上门，压低声音说道：“出事了。”怎么了？我心中一凛。今天下午，钱柜带着2个陌生的汉子，在咱们家院墙外转悠了半天。我躲在门缝里偷听，那2个汉子口音不对，不像本地人，身上带着刀，眼神凶得很，像是镇上的地痞或者路过的流寇。苏红秀虽然贪财，但关键时刻却不含糊，立刻察觉到了危险。二嫂柳如烟也冷冷开口：“我在后院劈柴，听到他们嘀咕说什么200两，晚上动手之类的话。看来你今天在镇上露富的消息已经传到他们耳朵里了。”五嫂林带血面色凝重：“钱柜此人贪婪且胆大包天，他这是借刀杀人，勾结外贼来洗劫我们，事后再把罪名推给流寇。小叔，今夜恐怕凶多吉少，我们还是暂避锋芒，躲进后山吧。”大嫂上官芷兰吓得脸色苍白，紧紧搂着双胞胎女儿瑟瑟发抖。三嫂云幼薇也是眼泪汪汪，我看着他们，非但没有害怕，嘴角反而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躲？往哪儿躲？大雪封山，带着老人孩子躲进山里，不用他们杀，也会冻死。我从怀里掏出那张带着万聚当答应的当票，以及那厚厚的200两银票，拍在桌子上。四嫂，收好。苏红秀看着那笔巨款，眼睛都直了，但她这次却没有伸手去拿，而是咽了口唾沫。老六，钱再多，没命花也是白搭，你一个人对付得了他们吗？谁说我是一个人？我将目光投向那把挂在墙上的连发手弩，眼中闪烁着幽冷的光芒。今晚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我立刻开始布置。二嫂，你力气大，把院子里的大水缸搬到大门后顶住。三嫂、四嫂，你们把厨房里的菜刀、柴刀全拿出来，
守在正屋门后。大嫂，你带着孩子和吴嫂躲进地窖，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我的声音沉稳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瞬间安定了嫂嫂们慌乱的心。柳如烟二话不说，走过去，双臂发力，硬生生将那口装满水、重达数百斤的大水缸推到了大门口，死死顶住。我留下帮你。柳如烟拔出那把自制的金刚短刀，眼神冷冽如冰。我杀过人。我深深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好，你守后窗。林黛雪被大嫂拉着往地窖走，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轻声说道：“小叔，你那土炉子里烧的，若我没猜错，是硝石吧？天公开物有云，硝石遇火极易爆燃，你万事小心。”我心中猛地一震，这个吴嫂不仅懂医理、机关术，竟然连火药的原理都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来历？但我此刻无暇多问，因为院墙外已经传来了极轻微的脚步声。那是鞋底踩在积雪上的声音。我吹灭了屋里唯一的油灯，整个夏家大院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之中。我悄无声息地走到窗前，轻轻推开一条缝隙，借着惨白的月光，我看到4个黑影正敏捷地翻过矮墙，落入了院子。为首的一个人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正是镇上有名的悍匪过山峰。在他身后跟着3个同样持刀的亡命，而那个将他们引来的李正钱柜，却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院墙外探头探脑。动作利索点，男的杀了，女的绑走，银子全搜出来。过山峰压低声音，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4个悍匪像4头饿狼，慢慢向正屋逼近。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踏入一个怎样的死亡陷阱。我端起那把装满淬毒钢剑的连发手弩，透过窗户的缝隙，将准心死死地锁定了走在最前面的过山峰。呼吸平稳，心跳如常，前世在热带雨林中潜伏3天3夜拒杀毒枭的冰冷感觉，再次回到了我的身体里。欢迎来到地狱！我无声的呢喃，咔嗒一声，扳机扣下。寂静的冬夜里，只听见极其轻微的击破弹射声，紧接着是一道撕裂空气的尖锐呼啸。走在最前面的悍匪过山峰，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他刚举起鬼头刀准备劈开正屋破旧的木门，身体便猛地向后一仰，扑哧，一支乌黑的3棱破甲钢剑带着恐怖的动能，精准无误地贯穿了他的咽喉。鲜血瞬间像高压水枪般喷射而出，在惨白的月光下洒下触目惊心的红梅。过山峰瞪大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漏气声，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庞大的身躯便轰然倒地。大哥，跟在他身后的3个悍匪顿时大惊失色，完全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个破败的农户家应该只有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寡妇和一个走狗屎运的病鬼猎物。可刚才那道黑影是什么？暗器还是弓箭？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有埋伏，散开！其中一个反应较快的悍匪厉声大喝，同时迅速向院子角落的柴火垛扑去。但我的动作比他更快，各种兵的肌肉记忆让我在扣转扳机的瞬间，已经通过手弩上的杠杆装置完成了第2次上线。第2支钢剑如同索命的无常，在半空中画出一道致命的直线，直接钉入了那名正在扑向掩体的悍匪的头心。3棱箭头的放血槽瞬间破坏了他的内脏器官，那人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便扑倒在雪地里剧烈抽搐起来。转眼之间连杀2人，整个过程不超过3个呼吸。剩下的2个悍匪彻底慌了，他们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轻松的发财之旅，却没想到一脚踢在了通红的铁板上。这种防不胜防、威力巨大的远程武器，根本不是普通猎户能有的东西。点子扎手，撤退！2人肝胆俱裂，哪里还顾得上什么200两银子，转身就往院墙的方向狂奔。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冷笑一声，一脚踹开虚掩的窗户，整个人如同一只灵巧的夜猫子般翻滚出，稳稳落在积雪的院子里。手弩再次上弦，锁定。第3支箭射穿了其中一人的大腿，将他死死钉在地上。那人抱着腿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最后一名悍匪已经半个身子翻上了院墙，眼看就要逃出升天。就在这时，后院的阴影中突然窜出一道矫健的身影，是2嫂柳如烟。她像一只蛰伏已久的母豹，手中那把被我千锤百炼打磨出的金刚短刀在月光下闪过一抹森寒的冷意。她没有丝毫女子的柔韧，借着助跑的冲力，双腿在墙根处猛地一蹬，身体腾空而起，右手中的短刀自下而上，极其狠辣地扎进了那名悍匪毫无防备的后腰。刀刃没入肉体的声音沉闷而凝沉，悍匪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双手脱力，整个人从墙头上重重地栽了下来，砸在院子里的雪地上，生死不知。柳如烟稳稳落地，胸口微微起伏，眼神冷冽的可怕。他看了一眼地上还在抽搐的肺，毫不犹豫地上前，拔出短刀，又精准地在他脖子上补了一刀，鲜血溅了他半边脸颊。但在月光下，竟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隐性美。我看着他这套行云流水、毫不拖泥带水的杀人手法，心中暗自震惊。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护院把式，这分明是经过极其严酷训练的刺杀之术。2嫂，好身手！我端着手弩走上前，由衷地赞叹了一句。柳如烟随手在匪徒的衣服上擦净刀血，没有看我，语气依旧冷冰冰的。我说过，我杀过人，在嫁入夏家之前。每个人都有过去，我不打算深究。我走到那个大腿中箭还在地上哀嚎的悍匪面前，一脚踩在他的伤口上。大侠饶命，好汉饶命，我们也是受人指使啊！那人疼得鼻涕眼泪直流，疯狂求饶。我知道是谁指使的。我蹲下身，用冰冷的连弩拍了拍他的脸。院墙外面的那个，对吧？就在刚才厮杀开始的瞬间，躲在墙外探头探脑的李正钱柜见势不妙，早就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逃进了夜色中。是钱李正，他说你今天在当铺得了200两银子，家里只有几个寡妇，让我们来抢了
了银子平分，事后他给我们在县衙兜底。匪徒竹筒倒豆子般交代的干干净净。很好，我站起身，二嫂饱了，塞住嘴扔柴房，明天我要拿他去送一份大礼。当院子里的动静彻底平息后，正屋的门才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条缝。四嫂苏红秀手里紧紧攥着一把生锈的菜刀，探出半个脑袋。当她借着月光看到院子里横七竖八的4具尸体，其中一个还没死透被绑着，以及满地的鲜血时，直接咣当一声扔了菜刀，腿一软坐倒在地。老六，你把他们全杀了！苏红秀牙齿都在打架，平日里的泼辣劲儿早飞到九霄云外去。三嫂云又微捂着眼睛不敢看，蹲在门槛边瑟瑟发抖。地窖的盖板被推开，大嫂上官芷兰护着孩子，五嫂林黛雪举着一盏昏黄的油灯走了上来。林黛雪的目光扫过院中的惨状，又落在手持连弩、浑身煞气的以及半边脸沾着血迹的二嫂柳如烟身上。她微微闭了闭眼，深吸了一口气，压下胸口的翻涌。大嫂、三姐，莫怕。林黛雪转过身，用纤弱的身躯挡住孩子们的视线。小叔杀的是入室抢劫的悍匪，保的是我们夏家满门的清白和性命，此乃大恩，亦是大勇。他走到我面前，借着微弱的灯光看着我，眼底闪烁着复杂的光芒。小叔，这便是你这几日在院子里敲敲打打造出的神兵。这叫连弩。我扬了扬手中的武器。五嫂见多识广，可曾听闻古籍中有此物？诸葛武侯之圆融弩，一弩时俱发，然早已失传，不想今日竟在小叔手中重见天日。林黛雪惊叹不已，随即眉头微蹙。但今夜死了这么多人，钱柜又逃了，明日若是报官，他不敢报官。我打断他的话，眼中闪过一丝冷笑。他是主谋，勾结流寇，劫掠村民，一旦查实是要掉脑袋的。他现在比我们更害怕。老六说的对。苏红秀终于缓过神来，从地上爬起，虽然声音还在发抖，但财迷的本性又占了上风。这几个贼配军死了也是活该。大嫂，快去烧点热水，让老六和二姐洗洗身上的血腥气。大嫂上官芷兰如梦初醒，连连点头，带着云佑微匆匆去了厨房。这一夜，夏家注定无眠。我将3具尸体趁着夜色拖到了村外的乱葬岗，找了个深坑掩埋，并用大雪覆盖了痕迹。做完这一切，天已经蒙蒙亮了。回到家，大嫂已经熬好了热腾腾的姜汤。我洗净身上的血污，换上干净的衣服，坐在火炕上。5个嫂嫂围坐在一旁，虽然脸色都还有些苍白，但看向我的眼神中已经彻底没了原先的防备和厌恶，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敬畏、依赖，甚至还有一丝崇拜。特别是四嫂苏红秀，她看我的眼神简直像是在看一座金佛。老六，四嫂以前眼瞎，总骂你是个混吃等死的败家子。苏红秀端着一碗姜汤递给我，难得的放低了姿态。从今往后，这个家你就是顶梁柱。你说往东，四嫂绝不往西。我接过姜汤，喝了一大口，胃里暖烘烘的。四嫂严重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小叔，五嫂林黛雪突然开口，她那双清澈的眸子直直地看着我。外患虽暂时平息，但钱柜这条毒蛇一日不除，终是隐患。你留着柴房里那个活口，可是有了盘算。这个五嫂不仅懂医理、知机关，心思更是极其缜密，简直就是个女军师。我放下空碗，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弧度。五嫂猜得不错，钱柜想借刀杀人，那我就给他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要用这个活口彻底定死钱柜，让他不仅丢了李正的帽子，还要把吃进去的民脂民膏全都吐出来。次日清晨，整个窝窝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诡异的紧张气氛。李正钱柜的家里，钱柜正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堂屋里走来走去。昨晚他逃回来后，一夜没合眼。他原以为过山峰这伙杀人不眨眼的悍匪，收拾一个破落户一家简直是手到擒来。可他在墙外左等右等，只听见几声奇怪的闷响和短促的惨叫，然后就再也没了动静，没看到火光，没听到女人求饶的哭喊。过山峰的人也一个都没出来，这太反常了。爹，你慌什么？说不定是过山峰那帮人在夏家娘们身上快活，忘了时辰。钱柜的儿子钱大宝在一旁啃着肉包子，满不在乎地说道：“你懂个屁！”钱柜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夏老六那小子邪门得很，连熊都能一个人猎了。我总觉得这事要糟，不行，我得去县城躲躲风头。”就在钱柜准备收拾细软跑路的时候，大门突然被砰的一声从外面一脚踹开。钱里正，大清早的，这是要去哪儿啊？一道冰冷的声音如同催命的符咒在院子里炸响。钱柜浑身猛地一哆嗦，颤巍巍地转过头，只见我一脚踩在门槛上，手里提着一个血肉模糊、被五花大绑的人，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他家的院子。夏老六，钱柜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太师椅上，面无人色。跟在我身后的是二嫂柳如烟，她手里提着那把还带着暗红色血迹的钢刀，眼神冷得像看2个死人。你想干什么？我可是朝廷命官，你敢私闯民宅，想挟我报官抓你？钱大宝见势不妙，色厉内荏的大喊：“报官！”我冷笑一声，像扔死狗一样将手里提着的人扔在钱柜脚下。那人正是昨晚被我射穿大腿的汉子，他已经被柳如烟连夜审问了一番，此刻虽然没死，但也只剩下了半条命。看到钱柜，立刻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嚎哭起来。钱立正，你害惨我们了！你说夏家只有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寡妇，你没说他手里有连发弩啊！大哥他们全死了，全死了！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把钱柜父子劈得魂飞魄散。过山峰他们全死了，那是4个杀人不眨眼的悍匪啊！竟然被夏老六一个人一夜之间全宰了。
这他娘的还是人吗？钱柜看着我那双没有丝毫感情波动的眼睛，终于意识到自己招惹了一个根本无法抗衡的怪物。这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胡说八道。钱柜疯狂摆手，试图狡辩。不知道吗？我上前一步，一脚踩在钱大宝的胸口，将他踩得翻白眼，然后居高临下的看着钱柜。钱柜，你勾结流寇，意图谋财害命，这悍匪已经画了押。你说，我现在要是把他连同这份口供交到青石镇巡检司，你这颗脑袋还保得住吗？我从怀里掏出一张按着写手印的供状，在钱柜眼前晃了晃。钱柜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在这个年代，勾结流寇、劫掠乡里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按律当斩，甚至还要连累家人。夏大爷，夏爷爷，我错了，是我瞎了狗眼，猪油蒙了心。钱柜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疯狂的磕头，额头磕在青石板上，砰砰作响，鲜血直流。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只要您不报官，要什么我都给您。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收起供状，语气森寒。买命啊！我给你一个机会。第一，从今往后，你这窝窝村里正的位子别干了，自己找个借口辞了。第二，把你这些年贪墨的民脂民膏，还有你名下在村东头的那50亩上等水田的地契，全都交出来。第三，以后在这村里，我夏老六说的话就是规矩。你若敢有半点不服，过山峰的下场就是你的榜样。这3个条件一出，钱柜心都在滴血。50亩水田啊，那可是他大半辈子的积蓄，但在生死面前，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交，我全交。钱柜面如死灰，瘫软在地。半个时辰后，我揣着50亩上等水田的地契，以及钱柜连年搜刮得来的300两银票，走出了钱家大院。柳如烟跟在我身后，看着我的眼神，除了敬畏，更多了一份深深的折服。这下四嫂该高兴疯了。我拍了拍怀里厚厚的地契和银票，长长的吐出一口寒气。外部的毒瘤拔除了，启动资金也有了。接下来该是实现那个惊世骇俗的资源帝国计划的时候。白山深处那座天然的萧炎矿脉，将是夏家在这个乱世中彻底崛起的根基。当我将那厚厚一沓带着钱柜血手印的50亩上等水田地契，以及300两面值的银票，重重的拍在夏家那张缺角的8仙桌上时，整个屋子安静的仿佛能听见雪花落地的声音。四嫂苏红秀的眼睛直了，她颤抖着双手，像捧着稀世珍宝一样，一张一张的数着那些地契，嘴里发出不可思议的呢喃：50亩，老天爷啊，这可是村东头最好的水田，连年丰收的沃土啊！还有这300两银票，老六，你把钱柜给抄家了！大嫂上官芷兰吓得捂住了嘴。虽然她现在掌管着家里的开销，但猛然见到这么多财富，第一反应还是害怕。老六，这钱来路正不正？钱柜那个黑心肝的，能这么轻易把大半辈子的家当吐出来？他会不会去县衙告咱们个敲诈勒索？他不敢。我拉过一条板凳坐下，端起三嫂云佑威刚倒的热茶，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他勾结过山峰那种悍匪，谋财害命，手里还有人命官司。那份按了手印的供状就在我手里，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声张半句。这叫破财消灾。二嫂柳如烟靠在门框上，手里把玩着那把金刚短刀，冷哼了一声：恶人自有恶人磨，对付这种毒蛇，就得打中他的7寸，让他永无翻身之日。一直沉默的五嫂林黛雪，此刻也露出了释然的微笑。她披着我用卖野猪皮的钱特意在镇上给她定做的狐皮大氅，鬓绒褪去了大半，清丽的脸庞上透着一股由内而外的聪慧与笃定。小叔这招釜底抽薪用的妙极，不仅除去了家门外的隐患，还为咱们夏家挣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50亩良田在手，即便遇上灾年，咱们一家老小也衣食无忧了。林黛雪由衷的赞叹。不止如此，我放下茶碗，目光扫过5个性格各异却同样因为我而命运相连的嫂嫂，语气郑重。我说过，这只是个开始。大嫂，今晚把家里剩下的野猪肉全炖了，再把镇上买来的好酒烫上，咱们一家人好好庆祝一下。好嘞。苏红秀第一个跳了起来，动作麻利得像个小姑娘。大嫂，我去切肉；三嫂，你来生火。今晚咱们吃顿丰盛的。看着他们忙碌的背影，尤其是苏红秀那副把地气紧紧贴在胸口，生怕飞了的财迷模样，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前世在枪林弹雨中填写，今生在这个破落的农家小院里，我竟然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这顿家宴吃得格外热闹，酒过3巡，菜过5味，3个孩子早早的吃饱，在烧得热乎乎的火炕上睡着了。昏黄的油灯下，5个嫂嫂的脸颊都泛起了微红，不知是因为酒气，还是因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老六，苏红秀端起酒碗，破天荒地对我举了举，眼神里满是敬佩和感激。以前四嫂嘴贱，没少挖苦你，但从你打死那条恶狗到猎熊，再到今天弄回这50亩地，四嫂是真服了，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这碗酒四嫂敬你。说完，他一仰脖子，将那碗烈酒一饮而尽。四嫂言重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也端起酒碗干了。大嫂上官芷兰红着眼眶，双手端着酒杯。老六，大嫂替你大哥他们，谢谢你。若不是你，我们这孤儿寡母的，恐怕早就饿死、冻死在这个冬天了。大嫂，从今往后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你们饿着。三嫂云又微怯生生的敬了酒，小声说了句小叔辛苦。二嫂柳如烟只是默默的端起酒碗和我碰了一下，没说话，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最后，吴嫂林黛雪端起一杯温热的药酒，目光盈盈地看着我。小叔，她的声音轻柔却充满力量。你胸怀大志，绝非池中之物。这50亩良田虽好，但在这乱世，终究只是守成之举。你这几日频繁进山，带回那些奇异的白土，又在院中秘密提炼。若我没猜错，小叔图谋的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破天富贵吧？此言一出，屋里的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放下了酒碗，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他们都不是傻子，自然看出了我这几日反常的举动。我看着林黛雪那双仿佛能洞察一切的慧眼，心中暗叹：这个吴嫂不仅懂医理、知机关，政治嗅觉和商业眼光也敏锐的可怕。既然吴嫂看出来了，那我也不瞒各位嫂嫂了。我放下酒碗，收敛了笑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精心包裹的小包。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油纸，昏黄的灯光下，一堆犹如雪花般洁白细腻、毫无杂质的晶体呈现在众人眼前。这是什么？苏红秀瞪大了眼睛，伸手想摸又不敢摸。上官芷兰和云佑薇也满脸红，唯独林黛雪和柳如烟在看到那堆白色晶体的瞬间，瞳孔猛地一锁，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这是盐？林黛雪震惊地试探了，甚至不顾礼仪地用手指蘸了一点放进嘴里。没有苦涩味，没有沙土，咸味纯正柔和，比官府卖的上等青盐还要好上10倍。林黛雪惊呼出声：小叔，你竟然能提炼出如此精细的雪花盐？什么？这是盐？苏红秀噌的一声站了起来，眼睛瞬间变成了2枚铜钱。这白花花的竟然是盐，这可是比金子还金贵的东西。老六，你从哪弄来的？白山深处有一座天然的消盐矿脉。我缓缓开口，声音在寂静的屋子里掷地有声。这几天我在院子里提炼的就是这个，这才是我夏家未来真正的摇钱树。卖私盐！大嫂上官芷兰吓得脸色惨白，手里的筷子都掉在了地上。老六，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咱们有50亩地了，够吃够喝了，千万别去冒这个险啊！大嫂，富贵险中求，更何况我有绝对安全的门路。我安抚道。门路？你打算卖给谁？柳如烟眼神锐利地盯着我，她知道这东西一旦现实，必定会引起腥风血雨。我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冷笑，脑海中浮现出青石镇那几个关键人物的脸庞。卖给最需要它又绝对不敢出卖我们的人，福满楼的周掌柜，百草堂的徐郎中，还有张秀才。我看着面前这5个表情各异，但命运已经和我紧紧绑在一起的女，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要在这青石镇建立一个属于我们夏家的私盐帝国。私盐帝国这4个字如同惊雷一般在夏家这间并不宽敞的正屋里炸响。大嫂上官芷兰吓得面如血色，连连摆手：老六，这可是杀头的买卖，咱们现在有地有粮，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万一被官府查出来……大嫂，现在这世道安稳是求不来的。我打断她的话，目光扫过桌上那堆洁白如雪的金盐。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钱柜今天能为了200两银子勾结流寇，明天县里的贪官就能为了这50亩水田给我们安个罪名。只有手里握着别人无法拒绝的利益，结成一张牢不可破的网，我们才能真正安全。姑嫂林黛雪深吸了一口气，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异样的潮红，她那双聪慧的眸子死死盯着那些盐粒，仿佛看到了无数的金山银山，也看到了潜藏的刀光剑影。小叔所言极是。林黛雪的声音虽然轻柔，却透着一股果决。历朝历代盐铁皆是暴利，官盐苦涩昂贵，百姓苦不堪言，而酒楼药铺对上等金盐的需求更是如饥似渴。小叔这盐品质远超贡盐，若能暗中售卖，其利之大不可估量。他顿了顿，目光转向我，但此事凶险万分。小叔刚才说要卖给福满楼周掌柜、百草堂徐郎中和张秀才，这3人却是绝佳的人选。哦，吴嫂不妨细说。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这个女诸葛的见识再次超出了我的预料。其一，福满楼是青石镇最大的酒楼，对盐的需求量极大，若能用上这等精盐，菜肴口味必将提升一个档次。他周掌柜是个精明的商人，绝不会拒绝这种能让他日进斗金的独家秘方。其二，百草堂徐郎中炮制某些珍贵药材，必须用的毫无杂质的纯盐，他医者仁心，且极重信誉，断不会为了出卖你而断了自己的好药源。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秀才他是读书人，在乡里素有清名，且门生故吏不少。他虽不直接买盐，但若能将他拉入伙，让他成为我们在官面上和士绅中的保护伞，这门生意才算真正稳当了。林黛雪条理清晰的分析，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二嫂柳如烟眼中闪过一抹赞赏，五妹这脑子真是生错了女儿身，若是男儿，少说也是个运筹帷幄的谋士。我拍案叫绝，吴嫂这番分析正合我意，这门生意不仅要做，而且要一家人齐心协力的做。四嫂苏红秀看着那堆盐，眼睛里的铜钱符号已经快要溢出来，她激动的一拍大腿，做，为什么不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老六，你说吧，要四嫂干啥？我这算盘绝对把每一粒盐的进出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看着他们渐渐被我说服，我开始部署这个绝密的家庭作坊。大嫂，我看向依旧有些忐忑的上官芷兰，你心思最细，这管账的活儿还是得你来。但以后不仅仅是家里的开销，还有咱们卖盐的进账，每一笔都要记清楚。表面上咱们家还是靠打猎和种地过活的农户。二嫂，我转向浑身散发着冷冽气息的柳如烟，这制盐的第一步是从后山运回消盐土，这活儿极重，且不能被人发现。以后每天夜里
以你和我一起进山背土，遇到不长眼的野兽或人，你的刀就是咱们的护身符。柳如烟握紧了短刀，冷冷的点了点头。交给我，谁敢挡道，我便杀谁。三嫂，我看着最胆小柔弱的云佑薇，你负责第2步溶解和过滤，我会在后院挖几个隐蔽的地窖作为作坊。你心思单纯，做事专注，过滤这种精细活交给你最合适。记住，必须用干净的棉布反复过滤5遍以上，绝不能有一丝杂质。云佑薇红着脸，用力的点了点头。小叔放心，我一定仔细过滤。四嫂，我对上苏红秀那双精灵的眼睛，你负责最后的熬煮和结晶，火候的控制至关重要。火大了会糊，火小了结晶慢。你平时做饭最利索，这活交给你。另外，成品的称重分包也由你亲自把关。记住，1两都不能少，也不能多。包在我身上，谁要是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糟蹋一粒盐，老娘活劈了他！苏红秀拍着胸脯保证。最后，我看向五嫂林黛雪，五嫂，你的身子还没大好，不宜操劳，你便做咱们家的军师吧。这制盐之法虽好，但难免百密一疏。你平日里多看看医书古籍，想想有没有更高效的提纯法子。另外，对外如何应对那些眼红的村民和贪官，还需要你多出谋划策。林黛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一抹浅笑。小叔知人善任，嫂嫂哪敢不从命？我便做小叔的这双眼睛和耳朵。分工完毕，整个夏家仿佛一台精密咬合的齿轮机器，开始悄无声息地运转起来。5天后深夜，我将50斤用防水油纸严严实实包裹好的雪花精盐装进了一个不起眼的破背篓里。这些盐是嫂嫂们这几天不分昼夜在后院那间伪装成柴房的隐蔽地窖一点一滴熬煮出来的第一批成品。看着这50斤白花花的精盐，苏红秀的眼珠子都快掉进背篓里。老六，这得卖多少钱啊？他咽了口唾沫，声音都在发抖。四嫂觉得呢？我背起背篓，试了试重量。官府最次的粗盐都要30文一斤，好一点的轻盐得80文。咱们这盐比那什么贡盐还要白，还要细，少说也得卖个150文一斤吧。苏红秀咬了咬牙，报出了一个他认为的天价。我笑了笑，没有说话，趁着夜色掩护，悄然离开了窝窝村。150文，太低估资本的贪婪了。青石镇百草堂更深入众，医馆早已打烊。我绕到后门，按照之前踩好的点，轻轻扣了3下门环。片刻后，门开了一条缝，徐郎中披着衣服探出头来。夏老六，这么晚了，你这又是何事？徐郎中显然对我深夜造访有些惊讶，我没有废话，直接闪身进了院子，反手关上门。徐郎中，我今夜前来是给您送一桩能让百草堂成为清河郡第1大药行的富贵。我将背篓放在院中的石桌上，解开油纸包，借着廊檐下微弱的灯笼光，当徐郎中看清背篓里内如霜雪般洁白的晶体时，他原本浑浊的老眼瞬间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这是……徐郎中颤抖着手，捏起一小撮盐放进嘴里，下一秒，他的表情凝固了。纯正，毫无苦涩之味，咸味柔和绵长，这等品质的精盐，老夫只在早年间给周府大人看病时，有幸见过一次贡盐。不，这比贡盐还要纯粹。徐郎中激动的胡子都在抖。夏老六，你从何处得来此等神物？徐老莫问出处，只管说。这盐您百草堂收是不收？我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收，倾家荡产也要收。徐郎中是个纯粹的医者，更是个精明的商人。他太清楚这种毫无杂质的精盐对于炮制顶级药材有着怎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开个价吧。我直截了当地说。徐郎中沉吟片刻，咬牙伸出2根手指。200文，老夫出200文1斤。你这里有多少？老夫全要了。200文1斤，50斤就是整整10两白银。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四嫂苏红秀的预期，但在我看来还不够。徐老爽快，但这50斤我只能卖给您10斤。我淡淡的抛出一句话。什么？为何只卖10斤？难道是老夫出的价格不够？徐郎中急了。价格很公道，但这剩下的40斤，我要拿去敲开另一扇大门。我将10斤盐单独包好递给他，收下了2两银子。福满楼的周掌柜，徐郎中何等聪明，立刻猜到了我的意图。你这小子心可真够大的。周胖子那人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笑面虎。你这私盐买卖找他，无异于与虎谋皮。我就是要与虎谋皮。我冷笑一声，不给他点甜头，他怎么肯死心塌地的给我当挡箭牌？离开百草堂，我没有停留，径直走向了福满楼。此时已经是后半夜，福满楼的后门早已熄火，我如法炮制，敲开了周掌柜在后院的私宅大门。当周掌柜被伙计从热被窝里叫起，满脸怒容的看到我以及我摆在他面前的那40斤雪花精盐时，他那张肥胖的脸上的表情简直比变脸还要精彩。这夏兄弟，你这是……周掌柜的眼睛死死盯着那白花花的盐，喉结剧烈的上下滑动。作为开酒楼的，他比谁都清楚盐的好坏对菜品口味的决定性作用。如果福满楼能用上这种盐，那对面的聚仙阁还不被他挤兑的关门大吉。我拉过一把椅子，大马金刀的坐下，冷冷的看着他。周掌柜，明人不说暗话，这40斤精盐我白送你，白送！周掌柜惊呼出声，他可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没错，白送，就当是我入股福满楼的见面礼。我身体前倾，犹如一头盯住猎物的猛虎。从今往后，福满楼所有的精盐，我夏老六包了。我要你福满楼3成的干果，3成干果。夏兄弟，你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周掌柜脸色一变，肉痛的直咬牙。
嫌大。好，那这盐我明天就送到聚仙阁的后厨去。我做事要收起油纸包。且慢！周掌柜满头大汗，一把按住我的手。他太清楚这盐的杀伤力了，如果让竞争对手得到，福满楼绝对死路一条。夏兄弟，有话好商量，3成就3成。周掌柜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最终还是贪婪战胜了理智，痛快。我嘴角勾起一抹胜利的微笑。不过这入股之事还要请一个人来做个见证，否则我信不过周掌柜你这只老狐狸。谁？张秀才。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提着2只在镇上买的肥硕烧鸡，打了一壶上好的竹叶青，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了张秀才那座清雅却略显寒酸的院落前。张秀才正披着一件旧如衫，在院子里扫雪，看到我来，他停下手中的扫帚，温和地笑了笑。老六啊，这么早，可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张伯，小子特来向您讨杯热茶喝，顺便请您做个见证。我晃了晃手里的酒肉，开门见山。张秀才将我迎进屋，屋里虽然冷清，但收拾得一尘不染。书架上摆满了泛黄的古籍，我没有拐弯抹角，将昨夜与福满楼周掌柜达成的3成干股协议和盘托出。张秀才听完，原本端着茶盏的手微微一抖，那双总是透着睿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震动。老六，你可知福满楼3成干股意味着什么？张秀才放下茶盏，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周胖子虽然市侩，但他在青石镇经营多年，黑白两道都有牵扯，他能将这3成干股拱手让人，你给他的底牌绝不仅仅是几斤好肉那么简单吧？张伯慧眼如炬，我从怀里掏出最后剩下的一小包雪花精盐，轻轻放在张秀才面前那张缺了角的紫檀木桌上。这是？张秀才疑惑地打开油纸包，下一秒，这位泰山崩于前秀才猛地站了起来，甚至带翻了身后的椅子。他颤抖着手捻起一小撮盐放进嘴里，闭上眼睛仔细品味，良久，他才缓缓睁开眼，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声音因为极度的震惊而变得沙哑。这等绝世精盐，毫无杂质，咸味醇厚。你莫不是劫了进贡给京城的盐车？张伯多虑了。我神色平静，泰然自若地给自己倒了杯茶。这盐是我自己提炼的。你自己提炼的？张秀才倒吸一口凉气，满脸的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大夏朝煮海为盐、凿井取盐之法，皆是由官府牢牢把控。即便如此，所产之盐也多带苦涩毒性。你一个农家子弟，如何懂得这等夺天地造化的提纯之术？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直视他的眼睛。张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我懂。周掌柜贪婪，我用利益绑住他；徐郎中重要理，我用好言稳住他。但这2人终究只是商人。我顿了顿，语气变得无比郑重。我夏家孤儿寡母，骤得此等暴利，若无一棵真正的大树乘凉，迟早会被那些贪官污吏生吞活剥。张伯，您在乡里素有清名，门生故吏遍布清河郡，甚至在州府也能说得上话。老六，你是想拉老夫下水，做你的保护伞？张秀才眉头紧锁，眼神变得锐利起来。私贩精盐，那是诛九族的死罪。不是下水，是共襄盛举。我站起身，深深地做了一个揖。张伯，您一生清贫，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您看看这窝窝村，看看这青石镇，多少百姓连一口带苦味的粗盐都吃不起，官盐腐败，价格奇高。我夏老六若是将这精盐大量造出，不仅能让百姓吃上便宜的好盐，更是造福一方的功德。至于官府那边，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只要我们将这精盐的利润分出一部分，去打点那些该打点的人，这私盐自然就成了他们眼里的官盐。而张伯您就是那个最合适的执旗人。张秀才沉默了，他看着桌上那包洁白如雪的精米，又看着我那张充满野心与自信的脸庞，陷入了天人交战。良久，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颓然坐回椅子上。老夫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到老了竟被你一个黄口小儿说动了凡心。张秀才苦笑一声，也罢，你那几位兄长皆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你今日之举虽行险招，却有大魄力。老夫便豁出这张老脸，陪你赌一把。多谢张伯，我心中狂喜，这最关键的一环终于扣上了。福满楼的契书，老夫替你去做保，但你要切记，此事绝不可张扬，至言之地必须隐秘至极，不可让任何人知晓。张秀才郑重叮嘱。张伯放心，作坊就在我家地窖，除了我那几个嫂嫂，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当天下午，在张秀才的见证下，我与福满楼的周掌柜秘密签订了契约。周掌柜虽然肉痛那3成干，但当他亲眼看到用我提供的精盐做出的第一道菜，让福满楼的常客赞不绝口，甚至愿出双倍价钱购买时，他那张肥脸上的肉痛瞬间化为了狂喜。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大买卖做成了，我带着福满楼预支的50两定金，以及徐郎中买盐的2两银子，满载而归。这不仅仅是钱，更是夏家私盐帝国崛起的基石。夜幕降临，我村万籁俱寂，夏家的大门紧闭，院墙外看似毫无异常，但在主屋下方那个不远阔见深达数丈的隐蔽地窖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就是夏家绝密的制盐作坊。地窖里点了4、5盏银灯，照得亮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柴火味和硝盐的咸味。我将50两银锭倒在桌上，银光闪烁。老天爷啊！四嫂苏红秀激动的差点晕过去，她死死抓着那锭50两的银元宝，眼泪都快下来了。老六，这才几天啊！
咱们家这是要出金疙瘩了。大嫂上官芷兰和三嫂林六窝也是难为的不得志，二嫂柳如烟靠在地窖冰冷的墙壁上，手里擦拭着短刀，嘴角难得的挑起一抹弧度。看来我这每天夜里去后山背土的苦力没白出。二嫂辛苦。我走到那几个被我用青砖砌成、连通着地面火墙淹到的巨大熬盐锅前，检查着火候。从今天起，我们要扩大产量。福满楼和百草堂的需求量很大，而且随着口碑发酵，周掌柜肯定会私下高价倒卖。我们要囤积足够的货。老六，你说怎么干？四嫂这条命都交给你了。苏红秀立刻表态，现在的她活脱脱一个打了鸡血的监工。我看向一直站在角落里，正借着灯光仔细研究一套简易过滤装置的五嫂林黛雪。五嫂，这几天我让你画的图纸可有眉目了？林黛雪放下手中的炭笔，轻轻咳嗽了一声，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自信的光明。她走到桌前，摊开一张画满了复杂线条和符号的草纸。小叔，你之前教三姐用棉布和木炭层层过滤之法，虽能滤去泥沙杂质，但效率太低，且极费人力。林黛雪指着图纸上的一个漏斗状结构。我翻阅了水晶柱和几本奇门遁甲的残篇，结合小叔你的法子，设计了这套连环杀绿塔。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凑了过去。只见图纸上，林黛雪设计了一个由3个巨大木桶上下叠放组成的装置，最上层装满粗沙和碎石，中间层铺满细沙和捣碎的木炭，最下层则是极其细密的棉布网。盐水从顶部倒入，利用水质重力层层渗透，不仅能将杂质过滤得更为彻底，而且只需一人在顶部不断加水即可，省去了反复倒换的时间。过滤出的卤水直接接入底部的熬煮锅中。林黛雪条理清晰的讲解，让我这个拥有现代特种兵知识的人都感到震惊。这简直就是一个简易版的现代工业过滤塔。它竟然仅凭我口述的几个原理和基本笔记，就将效率提升了10倍不止。五嫂大才，真乃女诸葛！我由衷的赞叹，眼中满是敬佩。林黛雪被我夸得微微红了脸，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小叔谬赞了，若无小叔这天赐的制盐法子，黛雪这满腹经纶也不过是一堆无用的废纸。好，有五嫂这套装置，咱们产量翻倍不是梦。我大手一挥，二嫂，今晚咱们辛苦点，再进一次山，多背些原土回来。四嫂，明天你去镇上定做这几个大木桶，切记要找信得过的木匠分开做，不可泄露机密。包在四嫂身上。苏红秀拍着胸脯。大嫂、三嫂，这几天你们就在地窖里专门负责熬煮结晶，千万注意火候。分工明确，夏家这条极其原始却高效的私盐生产线正式开始了疯狂的运转。而在生产线疯狂运转的同时，我也深知巨大的财富必定会引来巨大的危机。我走到地窖角落，掀开一块伪装的木板，露出了下面整整齐齐码放着的10几把黑色的连发手，以及几罐装满黑火药的简易陶土炸弹。这才是我敢于在这乱世豪赌的真正底气。谁若敢把手伸向夏家，我必斩断他的爪牙。有了五嫂林黛雪设计的连环杀绿塔，夏家地窖里的制盐效率发生了质的飞跃。原本需要三嫂云游薇带着大嫂反复倒腾过滤大半天才能弄出的一小锅清澈卤水，现在只需要将后山背回来的消盐土溶解在最上层的大木桶，静待半个时辰，清澈见底，毫无杂质的高浓度盐水就会顺着底部的源源不断的流入熬煮的铁锅中。四嫂苏红秀彻底化身成了工作狂，她头戴不惊，指挥着火候，看着锅底那层如同积雪般迅速凝结析出的白花花精盐，笑得见牙不见眼。老天爷，这哪里是熬盐，这简直是在聚宝盆里捞银子啊！苏红秀一边用特制的木铲将结晶的精盐铲进旁边的干燥火箩里，一边激动的直哆嗦。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地窖里已经囤积了整整500斤的雪花精盐。这500斤精盐被分成10斤一包，用防潮的油纸严严实实的包裹好，整齐的码放在地窖最深处的暗格里。那不仅仅是盐，那是几百两甚至上千两白银。而这期间，我也没有闲着。我深知，这庞大的产量如果全部通过福满楼和百草堂消化，不仅容易引起外界怀疑，周掌柜和徐郎中的胃口也未必能吃得下。我必须建立一个更隐蔽、更庞大的分销网络。我将目光投向了青石镇外那条连接着州府和几个大县的商道。老六，你最近天天半夜出去，天快亮才回来，身上还总带着一股子马粪味儿，你干嘛去了？这天清晨，我刚洗完冷水澡，二嫂柳如烟递给我一块干毛巾，眼神锐利地盯着我。这半个月，她负责后半夜守夜，我进出院子的动静瞒不过她。我擦着头上的水珠，也没有隐瞒。二嫂，我在镇外50里的黑水鸡盘下了一个不起眼的杂货铺，雇了个信得过的老头看着。以后咱们家产出的大部分精盐都会通过那个铺子，以普通青盐的价格暗中批发给那些走南闯北的私盐贩子和行商。黑水集，柳如烟眉头微蹙，她显然知道那个地方，那里鱼龙混杂，流寇、黑商甚至逃兵都有，是真正的三不管地带。你在那里散货，就不怕被人黑吃黑？怕什么？我卖的是好东西，价格又公道，他们买到了转手就能赚大钱，护着我还来不及。我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狠厉。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人不长眼，想黑吃黑，我拍了拍腰间那把从未离身的连发手弩，那就让他们试试，是他们的刀快还是我的剑快。柳如烟看着我，眼中闪过一抹异彩，没有再劝。他知道
眼前的这个男人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懦弱的败家子了，他不仅有胆识，更有匹配这份胆识的恐怖实力。而在另一边，福满楼的生意因为用上了我的雪花精年，彻底迎来了大爆发。聚仙阁的招牌菜水晶肘子，原本在青石镇首屈一指，但自从福满楼推出了用精年腌制、毫无腥味且鲜美异常的秘制白玉肘后，聚仙阁的客源被抢走了一大半。周掌柜那张肥脸上的横肉每天都笑得直哆嗦，他不仅在自家酒楼用，还悄悄地将我提供给他的精年，以高出市价3倍的价格，作为特供贡盐卖给了镇上几户有钱的乡绅老爷，赚得盆满钵满。当然，按照我们签订的契约，福满楼每月净利润的3成会雷打不动地送到我手里，加上百草堂固定收购的款项，以及黑水集杂货铺源源不断的进账，短短1个月，夏家大院里那个被苏红秀当成祖宗一样供着的铁皮箱子，已经积攒了整整2000两白银的巨款。2000两，这在人均年收入不到10两银子的年代，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户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嫂上官芷兰看着那一箱子白花花的银元，吓得好几天没睡好觉，生怕哪天夜里会有江洋大盗破门而入。大嫂别怕，有我在这儿，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休想动这箱子一根指头。我安慰着他，但我的心里清楚，真正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青石镇聚仙阁2楼最豪华的雅间里，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聚仙阁的东家，一个留着8字胡、眼神阴鸷的中年男人钱百万，正点头哈腰的给坐在主位上的一个身穿官服的胖子针灸。这胖子不是别人，正是青石镇所在县的父母官县令吴贪。吴大人，您可得给草民做主啊！钱百万哭丧着脸，就差没跪下。那福满楼的周胖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种邪门的好盐，做出来的菜那叫一个鲜。现在镇上的达官贵人全跑他那儿去了，我这聚仙阁眼看就要关门大吉了。吴贪端起酒杯，慢条斯理的抿了一口，一双小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好盐，那有多好？难道比本县特供的青盐还要好？吴贪冷笑一声，大人明鉴，草民花重金买通了福满楼的一个帮厨，弄出来一点他们用的盐。钱百万赶紧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小心翼翼地递到吴贪面前。您请看。吴贪不屑地瞥了一眼，但当他看清纸包里那洁白如雪、晶莹剔透的晶体时，整个人像触电一样猛地坐直了身。他一把抓起纸包，用指甲挑起一柄放进嘴里，没有苦味，没有泥沙，只有纯正到极致的咸鲜。这不可能，即便是京城里的贡盐，也绝没有这等成色。吴贪的胖脸激动的通红，呼吸瞬间变得粗重起来。他是个贪官，也是个识货的人。他立刻意识到，这绝不仅仅是几道菜口味提升的问题，这纸包里的东西是一座金山，一座能让他官运亨通、富甲一方的金山。钱老板，吴贪猛地转头，死死盯着钱百万，眼神犹如一头闻到血腥味的恶狼。这盐，福满楼是从哪里弄来的？草民无能，周胖子防得很紧，那帮厨也只知道送盐的是个年轻人，每隔几天会在半夜送货到后门。钱百万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不过大人您是父母官，只要您下一道手令，以私贩官盐的罪名查抄福满楼，不仅这进货渠道手到擒来，周胖子这些年赚的黑心钱还不都是大人的囊中之物？吴贪摸着肥硕的下巴，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的金光。私贩官盐，哼，这可是杀头的重罪。吴贪阴森森的笑了。钱老板，这是本官结了。不过这查抄出来的赃物吗？全凭大人做主，草民只求聚仙阁能恢复往日生意。至于那沿路的干股，草民愿孝敬大人7成。钱百万是个聪明人，立刻抛出了诱饵。钱老板真是个明白人。吴贪仰天大笑，仿佛已经看到了无数的真金白银滚滚来。来人，叫捕头赵虎来见我。一场针对福满，实则是冲着我这只下金蛋的母鸡而来的阴谋，在聚仙阁的雅间里悄然成型。而此时的我，正背着新打的猎物从白山深处走出来，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一无所知。但我不知道的是，这场危机不仅没有摧毁夏家，反而成了我四炎帝国扩张道路上最完美的一块踏脚石。回到窝窝村，已是傍晚，我刚踏进院里，就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以往这个时候，院子里总是充满了4个嫂嫂忙碌的身影和孩子们的欢笑声，但今天院子里静悄悄的，连那条被我捡回来看门的大黄狗都躲在狗窝里不敢出声。我心中一凛，右手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的连发手柄。正屋的门半掩着，没有点灯，我放轻脚步，如同幽灵般贴近门口，猛地一脚踹开门。小叔，目光是自己人。屋内传来吴嫂林黛雪那依然清冷却带着几分凝重的声音。我借着微弱的余光看去，只见屋内的8仙桌旁，除了我的5个嫂嫂，还坐着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张秀才。她此刻正眉头紧锁，脸色苍白，平日里那股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名士风度早已荡然无存，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茶碗，指关节都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张伯，您怎么来了？我收起双舞，大步走进屋，顺手点亮了油灯。油灯亮起，我看到大嫂上官芷兰眼眶红红的，显然是刚哭过。4嫂苏红秀破天荒的没有摸她的算盘，而是死死抓着衣角，满脸煞气。2嫂柳如烟站在窗边，手里握着钢刀，像一只随时准备扑食的母猴。3嫂云幼薇则躲在林黛雪身后，瑟瑟发抖。老六，出大事了！张秀才长叹一声，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和恐惧。福满楼被查抄了。我瞳孔骤然一缩，福满楼被查抄，这怎么可能？周掌柜在青石镇经营多年，黑白2道的关系早就打点的固若金汤，谁敢动他？是吴贪那个狗官。苏红秀咬牙切齿的骂道。张伯说，今天下午县衙的捕头赵虎带了30多个如狼似虎的衙役，直接冲进福满楼，以贩卖私盐、图谋不轨的罪名，把周掌柜一家老小全抓进了大牢。酒楼被贴了封条，连伙计都被严刑拷打。
贩卖私盐。我眯起眼睛，这4个字像一把尖刀，直刺夏家的命运。我看向林黛雪，她正平静地看着我，眼中没有丝毫慌乱，只有深不见底的思索。小叔，林黛雪缓缓开口：吴贪此人贪得无厌，且手段狠毒。他查抄福满楼，绝不仅仅是为了周胖子那点家当，他一定是盯上了我们的金言。周胖子招了吗？我最关心的是这个。张秀才摇了摇头。周胖子是个老江湖，他知道一旦供出你，他也是死罪。何况他还在指望你背后的高人能救他。但县衙的大牢是吃人的地方，各种酷刑轮番上阵，他那身肥肉挺不了多久的。最多3天，他一定会把我们供出来。林黛雪做出了残酷的判断，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3天后，30多个配刀的衙役，甚至还有县里的驻军，就会如狼似虎的冲进窝窝村，踏平下级的等待我们将是抄家灭族，满门抄斩。大嫂上官芷兰终于忍不住，捂着嘴低声抽泣起来。老六，我们逃吧，趁夜逃进白山深处，有你打猎，我们饿不死的。逃！我猛地转身，看着那满箱子的白银，看着刚刚修好的火墙新房，看着嫂嫂们惊恐的脸庞。我夏老六的字典里没有逃这个字。我走到桌前，给自己倒了一碗冷茶，一饮而尽，冰冷的茶水顺着喉咙流下，浇灭了我心中最后一丝侥幸，点燃了熊熊的杀机。他们既然想掀桌子，那这桌子就谁也别吃了。我转头看向张秀才，眼中爆发出令人胆寒的金光。张伯，您在州府可有认识的，能压得住这吴贪的硬茬子？张秀才一愣，随即被我眼中的疯狂吓了一跳。老六，你想干什么？吴贪可是朝廷命官，杀官等同造反啊！谁说我要杀官？我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那张当初在万剧当死亡熊皮换来的当票，狠狠拍在桌子上。我要借刀杀人，吴贪想吞5年，我就让他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夏家正屋的油灯爆出一朵昏黄的火花，映照着每个人晦暗不明的脸庞。张秀才看着我拍在桌上的那张万剧当当，眼中闪过一丝迷茫，随即被深深的惊骇所取代。老六，你是想借万剧党背后的势力来对付吴贪？张秀才的声音都在发抖。不错，我拉过一条长凳坐下，手指有节奏的敲击着桌面，大脑在飞速运转。张伯，您也是读书人，应该比我更清楚，吴贪不过是个7品芝麻官，在这青石镇乃至整个县里作威作福，但他绝不是清河郡的主宰。万剧党背靠的是清河郡的豪门大族，甚至在州府都有极深的人脉。在那些真正的庞然大物眼里，吴贪连个屁都不算。吴嫂林黛雪眸光一亮，原本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她披着狐皮大氅走到桌前，定定地看着我。小叔此计乃是驱虎吞狼，但万剧党凭什么为了我们去得罪一个县管的县令？仅仅凭你卖给他们的一张熊皮，这分量恐怕还远远不够。吴嫂说的对，我赞赏地看了她一眼。这个女诸葛总是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核心。我从怀里掏出那一小包随身携带、纯度极高的雪花精油，放在桌上。熊皮不够，那这个呢？我冷笑一声。吴贪想要我的言路，是因为他看到了这背后的暴力。难道万剧党背后的豪族就会对这能日进斗金，甚至垄断整个清河郡高端盐业的生意不感兴趣？四嫂苏红秀倒吸了一口凉气，她那双精明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连算盘都忘了摸。老六，你是要把这制盐的秘方送给万剧的？送？不对，是合作。我纠正道，眼中闪烁着疯狂的赌博光芒。大嫂，拿笔墨来。上官芷兰虽然害怕，但还是手脚麻利地找出了纸笔。我看向张秀才，张伯，这件事还需要您来执笔。您用最隐晦但最具诱惑力的词藻，写一封密信给万剧党的大掌柜。信里只透露3点：第一，青石镇出现了一种提纯度远超贡盐的神仙眼；第二，这制盐之法在我手中，且成本极低，产量惊人；第三，这棵摇钱树现在正被吴贪那头蠢猪盯上，即将毁于一旦。只要万剧当背后的主子不傻，他们绝不会眼睁睁看着这块肥肉落入吴贪的口袋，他们一定会派最精干的人手，以雷霆万钧之势介入此事。张秀才听得满头大汗，握笔的手都在微微颤抖。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生意，这是在官场和商场的血雨腥风中走钢丝，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老夫写。张秀才咬了咬牙，儒生的骨气在这一刻被激发了出来。吴贪那狗官连年搜刮，弄得民不聊生，老夫早看他不顺眼了，今日便陪你疯一把。张秀才提笔挥好，一气呵成。我拿起那封墨迹未干的密信，仔细吹干，贴身收好。二嫂，我转头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犹如一柄出鞘利刃的柳如烟。今晚咱们不去后山飞土了，你跟我去一趟县城大牢。劫狱？柳如烟眼神一凛，手里的钢刀发出一声清脆的龙鸣。不去救火。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周胖子虽然贪财怕死，但他毕竟是咱们的合作伙伴。吴贪想从他嘴里撬出我的底细，我就要赶在他招供之前，给他吃一颗定心丸，让他死死咬住口风，撑到万剧党的人赶到。好。柳如烟回答的干脆利落。老六，你们千万小心啊！三嫂云又微眼圈又红了。小叔，此去县城龙潭虎穴，切记不可鲁莽。五嫂林黛雪走到我面前，亲自为我整理了一下衣领，她那双清澈的眸子里有着掩饰不住的担忧，但也有一丝决然。若事不可为，保命要紧。只要人还在，这制盐之法随时可以东山再起。放心，我夏老六的命，阎王爷还不敢收。我转身将那把装满淬毒钢剑的连发手弩挂在腰间，又往怀里塞了几个骨质炸药罐，带着柳如烟，趁着夜色，犹如2道幽灵般没入了茫茫的飞雪之间。青石镇距离县城有40里，换做普通人，在这样大雪封山、滴水成冰的深夜里，大半会被冻死在半路上。但我和柳如烟都不是普通人，
特种兵的体能加上这半个月寻找的滋养，让我犹如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而柳如烟这个身上藏着秘密的女，她的轻功身法竟然出奇的好，如同一只在雪地里滑行的飞鹿，紧紧跟在我的身后，甚至没有发出多大的采血声。此时3刻，我们潜入了现场。县衙大牢位于城东的偏僻角落，高墙深院，戒备森严。大门口挂着2盏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惨白灯笼，几个狱卒正躲在门房里烤火抽烟，骂骂咧咧。这鬼天气还得看着福满楼那只肥猪，真是晦气。怕什么？那姓周的今天被赵捕头上了夹棍，10个指头都夹烂了。我看他明天保管招供，到时候咱们也能跟着喝口汤。听到狱卒的谈话，我心中一紧。吴滩果然下了死手。二嫂，你在外面接应，若有变故，不要管我，立刻撤退。我压低声音对躲在暗处阴影里的柳如烟说道。柳如烟握紧了刀柄，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的固执让我知道，如果我出事，他绝不会一个人逃。我没有再劝，深吸一口气，犹如一只壁虎般无声无息地贴着大牢粗糙的砖墙攀爬而上。前世无数次潜入毒枭基地的经验，让我在这种古代的防御工事面前如履应对。翻过高墙，避开2队巡逻的狱卒，我凭借着超长的听觉和嗅觉，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和粪尿味交织的通道尽头，找到了关押周掌柜的重型号房。号房里昏暗潮湿，只有一盏微弱的油灯。那个曾经在青石镇呼风唤雨、大腹便便的周掌柜，此刻正被铁链成大字形绑在刑架上。他身上那件名贵的绸缎衣服早已变成了血，10根手指血肉模糊，整个人奄奄一息，只有胸口还在微弱的起伏。周胖子，你倒是个硬骨头！一个阴冷的声音在号房内响起。我眯起眼睛，透过铁栅栏的缝隙，看到县衙的捕头赵普正拿着一条沾满盐水的皮鞭，冷笑着站在周掌柜面前。大人，草民真的不知道那盐是哪里来的，是一个蒙面人夜里放在后门的。周掌柜虚弱的吐着血，声音细若游丝，他竟然真的不知道，这倒是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原以为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在酷刑面前撑不过半天，看来他对那3成干骨的贪婪，以及对我这个能单杀飞熊的神秘人的暂时战胜了肉体。还敢嘴硬！吴大人说了，那烟明明是从窝窝村的方向运出来的，你若是再不说实话，明天这边可就不是蘸盐水，而是蘸辣椒水了。赵虎冷笑着，高高举起了皮鞭，嗖，破空之声骤起。赵虎甚至没来得及挥下皮鞭，一支乌黑的钢剑便如同毒手般精准地穿透了牢房木栅栏的缝隙，深深地扎进了他举鞭的右臂肩胛骨中。赵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手中的皮鞭脱落，整个人被这股巨大的冲击力带得连退数，重重地撞在墙上。什么人？外面的狱卒听到惨叫，立刻拔刀冲了过来。我没有丝毫犹豫，手弩连射，2名冲在最前面的狱卒瞬间被洞穿了咽喉，倒在血泊中。牢房内顿时大乱。我一脚踹开原本就朽坏的木栅栏锁，冲进号房，一把捂住赵虎还想惨叫的嘴，手中的匕首毫不留情地抹过了他的腹部，滚烫的鲜血喷涌而出。赵虎瞪大了惊恐的眼睛，抽搐着倒下。周掌柜，挺住！我用匕首挑断绑着周掌柜的粗大麻绳。周胖子像一滩烂泥一样倒在我的怀里。当他努力睁开肿胀的双眼，看清那张虽然蒙着面，但眼神却无比熟悉的脸庞时，他那张满是血污的胖脸上，竟然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夏兄弟，你终于来了！周胖子咳出一口鲜血。我老周没把你供出来，那3成干骨你得给我留着。这胖子都快被打死了，脑子里竟然还惦记着那3成干骨。我心中升起一丝敬意，这是一个真正被资本异化了的纯粹商人，也是一个极其合格的合作伙伴。放心，你死不了，干骨1分都不会少你的。我将一颗吴嫂林黛雪配制的护心药丸塞进他嘴里，然后像扛麻袋一样将这200多斤的胖子扛在肩上。什么人胆敢劫狱？快来人啊！鸣锣声震天响，大批的衙役举着火把和弓箭，将出口堵得死死的。二嫂，我大喝一声。就在衙役们准备放箭的瞬间，大牢的厚重木门外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惊天巨响，火光冲天，碎木横飞。柳如烟点燃了我交给他的2罐皮鞭，直接将大门炸出了一个恐怖的缺口。剧烈的爆炸声和浓烟瞬间将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衙役炸得人仰马翻，惨叫连连。他们哪里见过这种恐怖的阵仗，以为是天雷降世，纷纷抱头鼠窜。走！我扛着周掌柜，趁着混乱，如同一辆人形坦克般冲出浓烟。柳如烟手持双刀，在缺口处大开大合，如同绞肉机一般，将几个试图阻拦的掩护砍翻在地。我们2人一前一后，在漫天大雪和冲天的火光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消失在县城错综复杂的暗巷深处。当晚，吴滩在温暖如春的县衙后堂里，正搂着心爱的小妾喝着温酒，做着将那座私盐金山收入囊中的美梦。突然，一个浑身是血的衙役连滚带爬的冲了进来。大人，不好了！大牢被劫，赵捕头被杀，福满楼的周胖子被人救走了。吴滩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猛地推开小妾，一张肥脸涨成了紫红色，咆哮如雷：“你说什么？大牢被劫？在这青石县，谁敢有这么大的胆子？给本官封锁全城，挖地3尺也要把他们找出来！”而此时的我已经带着柳如烟和昏迷的周掌柜安全撤退到了城外一处隐蔽的山神庙中。我给周掌柜处理了伤口，虽然伤势极重，但保住了一条命。二嫂，你在此守着他，若有追兵，不要硬拼，发信号我就赶到。我脱下沾满血迹的外袍，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粗布短打。你又要去哪儿？柳如烟皱眉，去见那个能把吴滩彻底碾死的庄家。我将张秀才写的那封密信揣进怀里，迎着风雪，大步向着县城最繁华的地段走去。天色微明，县城里最大的当铺万聚档的后门被人急促的敲响。当大掌柜睡眼惺忪的打开门，看到那个曾经在青石镇封号，用一张熊皮换走200两银票的煞神，正带着一身寒风和隐约的血腥气站在他面前时，他的睡意瞬间全无。你来做事？大掌柜警惕地看着我，我没有废话，直接将张秀才的密信塞进他手。
这封信立刻用最快的快马送到你们万居档在清河郡的主家手里，告诉他们青石镇有一座能日产1000斤雪花精盐的金山，现在正被县令吴贪那个蠢货盯着。他们如果想吃下这块肥肉，3天之内必须派能镇得住场子的人来，否则我宁可毁了这秘方，大家一拍两散。大掌柜原本还想摆摆架子，但当他拆开密信，看到里面只言片语透露出的惊天财富，以及信封里夹带着的那一小撮纯度极高的精盐时，他那张老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比当初看到熊皮时还要震惊100倍的表情。他是个极其精明的商人，他立刻明白，这绝对是一场能惊动整个清河郡，甚至改变州府商业格局的豪赌。好，我立刻派800里加急送马郡城。大掌柜将信死死攥在手里，看向我的眼神中多了一丝敬畏。敢问阁下，若是主家派人来了，如何寻你？不用寻我。我转过身，融进即将破晓的晨雾中，告诉他们3天后带足了筹码，去窝窝村看一场好戏，一场由我夏老六导演，以一线父母官为垫脚石，用最顶级的私盐做诱饵的绝世好戏即将拉开帷幕。而在窝窝村，四嫂的算盘，五嫂的智谋，以及那整整齐齐码放在地窖里的500斤精盐，已经做好了迎接这场狂风暴雨的准备。风雪停了，但窝窝村的气温却降到了冰点。我带着重伤昏迷的周掌柜和二嫂柳如烟，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夏家大院。大嫂上官芷兰看到血肉模糊的周掌柜，吓得差点晕过去，但她毕竟是见过世家大族臣服的女人，很快镇定下来，和三嫂云幼薇一起烧水捡布，协助五嫂林黛雪为周掌柜处理那些深可见骨的鞭伤。小叔，周掌柜伤了元气，十指尽废，能捡回1条命已是万幸。林黛雪净了手，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她的脸色比平日里更加苍白，但眼神却异常明亮。他能死守秘密，这份骨气值得我救他一命。我看着躺在热炕上昏睡的周胖子，大嫂，这2天给他用最好的药，熬最浓的肉汤，务必让他吊住这口气。老六，你真把县衙大佬给劫了。四嫂苏红秀端着一盆血水从屋里出来，声音都在发抖，但她那双精明的眼睛里却透着一种莫名的兴奋。那狗官吴贪要是查到咱们头上，咱们这刚垒起来的金窝窝可就全完了。他查不到，因为他根本活不到查清真相的那一天。我走到院子里，看了一眼被大雪覆盖的后院地窖入口，那里藏着足以让整个清河郡疯狂的财富，也是我给吴贪准备的催命符。五嫂，我转头看向正捧着暖炉的林黛雪。张伯那边我已经安排妥当，万居当的信使现在应该已经在去郡城的路上了。3天，我们只有3天时间。3天后，吴贪如果找不到周掌柜，一定会狗急跳墙，直接派兵来窝窝村搜查那虚无缥缈的制盐作坊。而万居当的主事之人也差不多该到了。林黛雪微微颔首，她走到那张残破的8仙桌旁，用手指蘸了点茶水，在桌面上画了一个简易的地形图。小叔，这3天我们不仅要防备吴贪的突袭，更要布一个让他永不翻身的死局。林黛雪的手指在代表夏家大院的位置重重地点了一下。吴贪贪婪成性，他若带兵前来，必然是为了独吞这制盐之法。若我们在院中布下一阵，让他误以为作坊就在明面上，他定会得意忘形，而这正是我们瓮中捉鳖的最佳时机。我看着五嫂那张清丽脱俗却透着算计与杀伐果决的脸庞，心中对这位女诸葛的敬佩又深了一层。她不仅懂医理机关，这排兵布阵的心思，竟也不输我前世见过的那些战术参谋。五嫂的意思是诱敌深入，人赃并获。我眼睛一亮，不错。林黛雪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我们要让万居党的人亲眼看到一位县令是如何带兵私闯民宅，意图抢夺祖传秘方的。到那时，即便吴贪有百口莫辩，万居党为了独吞这块肥肉，也绝不会介意顺手碾死他这个拦路石。尿急！四嫂苏红秀虽然听着半点不懂，但一听到能保住家产还能弄死贪官，立刻兴奋地拍手叫好。二嫂，我转头看向正在擦拭双刀的柳如烟。这3天你带足干粮，潜伏在村口的老槐树上，一旦县衙的兵马有异动，立刻放响箭示警。大嫂、三嫂，你们把地窖的入口彻底封死，用柴火和积雪伪装好，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靠近。孩子们这2天就待在火墙最暖和的里屋，不要出来。四嫂，我看着苏红秀，交给你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老六，你说四嫂就是豁出这条命，也把事情办漂亮了。苏红秀拍着胸脯，明天一早你去镇上大张旗鼓的买50口大铁锅，还有几百斤最劣质的粗盐和黄泥，记住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夏家最近在疯狂买这些东西。苏红秀一愣，随即恍然大悟，精灵的大眼睛滴溜溜直转。老六，你是要造假？我冷笑一声，吴贪不是想找作坊吗？我就给他造一个全天下最壮观的假作坊，让他看个够。接下来的2天，夏家大院里鸡飞狗跳。苏红秀不愧是精打细算的好手，他硬是用极其低廉的价，从镇上几家濒临倒闭的铁匠铺里收购了50口生锈的破铁，大摇大摆地雇了3辆牛车拉回了窝窝。村里人看着这阵势，纷纷侧目。但有了之前我单杀飞石的威势，以及钱柜莫名其妙称病闭门不出的本长句，没人敢上前出眉头。我将这50口大铁锅全部架在宽敞的后院明面上，砌了简易的泥灶。大嫂和三嫂按照我的吩咐，将买来的几百斤劣质粗盐和黄泥混合，
倒进锅里，加上水，没日没夜的烧火熬煮。一时间，整个夏家后院浓烟滚滚，刺鼻的苦涩味和泥土的腥气冲天而起，熏得人睁不开眼。这场景，任谁看了都会以为这里是一个极其简陋、正在加班加点熬制某种粗劣物资的地下非作坊。小叔，这味儿也太呛了，吴滩那狗官能信吗？苏红秀捂着鼻子，眼泪都被熏出来了。他不仅会信，还会坚信不疑。我站在浓烟中，眼神深邃。吴滩是个不懂装懂的贪官，他以为提纯雪花精盐是什么需要极其庞大阵仗的神秘工艺。这50口大锅煮黄泥的阵仗，正好迎合了他那浅薄的认知。他只会觉得，这么大的阵仗，熬出来的必定是价值连城的神仙盐。就在假作坊如火如荼的运转时，吴嫂林黛雪也没有闲着。她利用她懂的机关之术，在院墙的几个死角以及通往假作坊的必经之路上，布置了几个极其隐蔽的陷阱。这些陷阱不致命，但足以让冲进来的人摔个狗吃屎，制造混乱。第3天傍晚，天空中再次飘起了鹅毛大雪，一声尖锐的响箭撕裂了宁静的傍晚。是柳如烟在村口的事情来了。我猛地站起身，眼中杀机毕露。大嫂和三嫂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计，按照预定计划躲进了里屋。苏红秀则抱着算盘，紧张地躲在门后。五嫂林黛雪披着狐皮大氅，端坐在正屋的八仙桌旁，面前摆着一壶热茶，镇定自如。我提着连发手女引入暗处，没过多久，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和脚步声打破了窝窝村的死寂。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跑！一个粗暴的声音在院墙外响起，紧接着大门被轰的一声撞开。县令吴滩穿着一身厚重的官服，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衙役和捕快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冲进了夏家大院。当他看到后院那50口正在冒着滚滚浓烟、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大铁锅时，他那张肥脸上因为极度的狂喜而扭曲了。果然在这里，这就是那个造神仙盐的作坊。吴滩狂笑起来，指着那片浓烟：“给我搜，把制盐的秘方和那个叫夏老六的反贼全都给我拿住！”几十个衙役如狼似虎向后院扑去。啊！哎呦！接连几声惨叫响起，冲在最前面的几个衙役触发了林黛雪布置的绊马索线，摔得人仰马翻，后面的收拾不紧，顿时乱作一团。吴滩脸色一变，正要发作，就在这时，正屋的门缓缓打开，吴嫂林黛雪端着一杯热茶，步履轻盈地走了出来。她一袭素衣，外罩军班舞裙，在这满院的火光和狼藉中，宛如一朵不染凡尘的雪，清冷而高贵。吴大人好大的官威啊！大雪封山之夜，带兵私闯民宅，莫不是真把这大夏的王法当成你吴家后院的家规了？林黛雪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如刀，清晰地回荡在每一个人的耳边。吴滩先是被林黛雪的容貌震了一下，随即勃然大怒：“大胆狂妇，竟敢阻挠本官办案！你家私造官盐，意图谋反！本官今日就是将你们就地正法，也是替天行道。来人，把这刁妇拿下！”吴大人要拿谁？一个极其慵懒却透着不可一世的傲慢声音突然从大门外传来，紧接着一阵比县衙捕快更加整齐肃杀的脚步声响起，几十个身穿黑色劲装、腰悬百炼钢刀的精悍护卫，如同潮水般涌入小小的院门，瞬间将吴滩带来的衙役反包围起来。在护卫的簇拥下，一个身穿紫貂裘皮大衣、面容阴柔却眼神如鹰隼般的年轻公子缓步踏入夏家大院。他手里把玩着2枚名贵的玉胆，看都没看吴滩一眼，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林黛雪以及隐藏在暗处的我身上。万巨档清河总号少东家万金侯。年轻公子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我万巨档看上的买卖。夏家原本并不宽敞的院落，此刻被3方势力挤得满满当当，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火药味。县令吴滩骑在马上，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惊愕与忌惮。他当然认识眼前这位紫貂裘皮的年轻公子万巨当，清河郡首屈一指的豪门万家的产业，而万金侯更是万家这一代最核心的嫡系子弟。别说他一个7品县令，就是清河郡的郡守见了万家人，也得客客气气的赐座奉茶。万少东家，您怎么会屈尊降贵，来到这穷乡僻壤？吴滩赶紧翻身下马，那张肥脸上堆起了极其谄媚的笑容，甚至连声音都不自觉地低了8度。万金侯停止了手中把玩的玉胆，目光依然越过吴滩，落在台阶上那个虽然身处险境，却依旧清冷如仙的林黛雪身上。吴大人这话问的可笑，这大夏朝的疆土，只要是有银子赚的地方，我万家何处去不得？万金侯的声音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慢。倒是吴大人，大雪封山之夜，不在县衙里搂着小妾听曲儿，带着这么多人气势汹汹地冲进一个农户家里，莫不是这窝窝村里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反贼？吴滩脸上的肥肉抽搐了一下，额头渗出了冷汗。他是个贪官，但不是傻子。万金侯这种级别的人物深夜出现在这里，绝对不是巧合。少东家有所不知，吴滩眼珠一转，决定先发制人，指着后院那50口正在冒着滚滚浓烟的破铁锅。这夏家刁民胆大包天，竟敢私自熬煮官盐，意图谋取暴利。本官接到密报，特来查抄这私盐作坊，人赃并获。哦，私盐作坊。万金侯眉头微微一挑，顺着吴滩的手指看去，当他看到那50口生锈的破锅里正翻滚着散发着刺鼻腥臭味的黄色泥浆时，这位养尊处优的少东家忍不住用带着名贵扳指的手捂住了头，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嫌弃与错愕。这就是信里说的能提炼出绝世雪花精盐的摇钱树。躲在暗处的我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四嫂苏红秀这粗制滥造的泥浆熬煮法，
不仅恶心到了万金侯，更把吴滩的贪婪和无知暴露无遗。就在万金侯心生疑虑，吴滩准备发难之际，一直沉默的吴嫂林黛雪突然发出一声轻笑，那笑声清脆悦耳，却带着3分讥讽，7分不屑，在寂静的院落里显得格外突兀。吴大人这人赃并获4个字用的真是精妙。林黛雪缓步走下台阶，她身姿单薄，却在这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硬生生走出了一股名士的坦荡。敢问吴大人，我夏家后院这50口锅里熬煮的分明是用来修补猪圈的黄泥和石灰水，何来的私盐？莫非大人的舌头异于常人，能把这又腥又臭的泥浆尝出盐味来？若真如此，民妇倒要请教大人，这等神仙盐能卖几个铜板？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吴滩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红，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肥猫。一派胡言！你这刁妇死到临头还敢狡辩！来人，去锅里捞一点上来验看。2个牙印硬着头皮走到那散发着恶臭的锅边，用木棍搅了搅，捞起一坨黏糊糊、黑黄相间的泥浆，盛到吴滩面前。别说盐精了，连个盐粒子都看不到，那就是一锅纯正的掺了劣质粗盐和杂草的烂泥。这不可能！吴滩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原本以为这么大的阵仗必定是熬制神仙盐的作坊，谁曾想竟然真他娘的是一锅修猪圈的泥水！放肆，竟敢戏弄本官！吴滩恼羞成怒，拔出腰间的佩刀，指向林黛雪。不管这锅里是什么，你夏家勾结流寇劫狱，窝藏朝廷要犯，本官今日定要将你们满门抄斩！既然找不到盐，吴滩决定直接动用武力，把人抓回去大刑伺候，不怕撬不出密符。吴滩，你敢动他一根头发试试？一个冰冷至极，犹如来自9幽地狱的声音突然从吴滩的头顶上方炸响，所有人都猛地抬起头，借着火把的光芒，他们看到了令人胆寒的一幕。我不知何时已经犹如一只巨大的夜枭，无声无息地倒挂在院中那棵百年老槐树粗壮的树干上。我的双手稳稳地端着那把闪烁着幽蓝冷光的莲花手，3棱破甲钢剑的锋利剑正死死地锁定在吴滩那肥胖的脸型，距离不到10步。特种兵的狙击锁定，加上连弩的普通威力，只要我扣下扳机，吴滩的脑袋瞬间就会像烂西瓜一样炸开。保护大人！周围的衙役大惊失色，纷纷拔刀，却投鼠忌器，不敢上前一步。万金侯看着树上的我，以及我手中那把造型奇特、杀气腾腾的武器，眼中的傲慢终于收敛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兴趣。你就是那个单杀黑熊，又让张秀才极力推崇的夏老六。万金侯开口，我翻身跃下大树，稳稳地落在林黛雪身前，将她护在身后。正是在下。我没有放下连弩，目光在吴滩和万金侯之间游移。万少东家，我送给贵号的信物，想必您已经看过了。这笔买卖，您是做还是不做？万金侯把玩着玉胆，看了一眼被我用弩箭指着，吓得浑身发抖的吴滩，突然笑了起来。夏老六，你很有种，敢拿1线父母官当筹码，在这清河郡，你还是头一个。万金侯拍了拍手，这笔买卖，我万巨当接了。万少东家，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万家要公然包庇朝廷侵犯？吴滩虽然害怕我的弩箭，但还是硬着头皮质问。万金侯看白痴一样看着他。吴大人，你是不是还没睡醒？这里哪有什么朝廷侵犯？我只看到一个为了修补猪圈而辛勤劳作的良民，以及一个为了贪图别人家财不惜带兵私闯民宅、滥用职权的糊涂官。你吴滩气结，但他知道自己今天踢到了铁板。吴大人，我劝你最好带着你的人立刻滚出这个院子，顺便把你派去查封福满楼的封条撕了，把周掌柜的家人完好无损的放出来。万金侯语气平淡，却透着不容置疑的霸凌。否则，明天一早，清河郡守的案头就会出现一份详尽的折子，上面会清清楚楚地写明青石镇县令吴滩是如何贪墨修河巨款，又是如何勾结流寇欺压百姓的。吴大人，那些证据我万家要多少有多少，你那身官皮还要不要了？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万巨档根本不需要和我这把连弩一样用武力威胁，他们掌握的官场黑料足以让吴滩万劫不复。吴滩的脸色瞬间苍白如纸，他知道自己彻底输了，连那梦寐以求的神仙延长什么样都没看到，就惹上了一尊根本惹不起的大佛。撤退！吴滩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连滚带爬的上来，带着一群灰头土脸的人，如丧家之犬般逃离了夏家大院。一场足以让夏家满门抄斩的灭顶之灾，就这样在吴嫂林黛雪的一阵，我的武力镇守以及万金侯的势力碾压下，消弭于无形。当县衙的人走得干干净净，夏家大院里只剩下了我和万金侯。四嫂苏红秀从门后探出脑来，看着那群凶神恶煞的衙役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后背已经湿透了。大嫂和三嫂也从里屋走出来，紧紧抱在一起，喜极而泣。二嫂柳如烟不知何时已经从村口撤了回来，她像个幽灵般站在正屋的屋顶上，手中的双刀已经归鞘，但眼神依旧警惕地盯着万金侯的那些黑衣护卫。好一出精彩的大戏！夏老六，你不仅武艺高强，你这位嫂夫人的胆识和智谋，更是令本公子刮目相看。万金侯看着身姿清冷的林黛雪，眼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抹惊艳。我上前一步，不动声色地挡住了万金侯的视线。万少东家，戏看完了，该谈谈正事了。我收起连弩，外面的风雪大，请进屋喝杯热茶吧。万金侯看了一眼后院那些还在冒烟的破锅，挑了挑眉。茶就不必了，夏老六，我的人星夜兼程赶来，可不是为了看你熬这锅臭泥浆的。信里的东西在哪儿？我笑了笑，转身走向正屋。万少东家既然有诚意，那便请随我来。不过
过只能你一人。万金侯倒也干脆，挥手让护卫留在院子里，大步跟了进来。进入正屋，我关紧房门，走到平时吃饭的八仙桌旁，林黛雪已经提前在那里摆好了一个极其精致的紫檀木盒。我示意万金侯打开，万金侯带着一丝疑惑，轻轻掀开木盒的盖子，在油灯的照耀下，木盒里静静地躺着整整5斤，纯度达到极致，犹如冬日初雪般洁白无瑕，在光线下甚至闪烁着微小晶体光泽的雪花晶莹。与后院那腥臭的泥浆相比，这盒子里的东西简直是9天之上的神物。万金侯的呼吸瞬间停滞了。他虽然出身豪门，见惯了奇珍异宝，但他也深知大夏朝的盐业是何等暴利与垄断，即便万家权势滔天，想要弄到一点没有苦涩味的贡盐也是千金难求。而现在，整整5斤比贡盐还要纯粹10倍的精味，就这样摆在一个破落农户的桌子上。他伸出带着玉扳指的手指，微微颤抖着蘸起一口，放进嘴里，纯正的咸鲜味在他的舌尖化开。这是真的！万金侯猛地抬起头，那双原本傲慢的眼睛此刻充满了疯狂的炽热。夏老六，这等神物，你一个月能产多少？500斤。我淡淡的报出了一个数字，这只是地窖里现在的存货，如果全力开动林黛雪设计的玻璃塔，产量还能翻倍。500斤！万金侯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迅速在脑海中盘算着这笔利润。如果这500斤全部交由我万聚当分销，不仅能垄断清河郡的高端盐路，甚至能打通州府的权贵之门，这是无价之宝。不，这500斤只是开始。我看着他，抛出了我真正的筹码。只要有我在，产量没有上限，而且这秘方全天下只有我夏家懂得。开个价吧，夏老六。万金侯强压下内心的激动，你要多少银子才能把这秘方卖给我万家？我笑了，笑得很冷。万少东家，你觉得这能源源不断生出金山的秘方，能用银子来衡量吗？我走到桌前，双手撑着桌面，目光如炬地盯着他。我不卖秘方，我要的是合作。这青石镇，甚至整个清河郡的盐路，我出货，你出面，55分成。55分成，你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万金侯皱起眉头，我万家要承担分销，打点官府的全部风险。你什么都不做，就想拿走1半的利润。我什么都不做。我猛地拔出腰间的军用匕首，当的一声重重地插在桌面上，刀刃没入木头3寸。吴滩今天为什么退走，是因为你万聚当的面子。但这青石镇有多少个吴滩，清河郡又有多少眼红这块肥肉的恶狼？如果只有你万家，他们或许不敢明抢，但暗箭难防。而我夏老六能做的，就是保证这制盐的源头绝不会被任何人掐断。不管来的是黑道悍匪还是白道官兵，谁敢动我的盐？我拔出匕首，刀锋指向门外，我就让他像那头黑熊一样变成死尸。万少东家，这55分成的另一半，买的不仅是盐，更是我这把能斩断一切觊觎之手的刀。万金侯沉默了，他看着我插在桌上的匕首，看着我那双充满野心和血性的眼睛，又想起院墙上那个眼神冷厉的女杀手，以及刚才那个临危不乱、舌战县令的奇女子。他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农户家庭绝对不简单，这不仅仅是一个懂秘方的猎物，这是一个拥有恐怖武力和极高智谋的团队。好，良久，万金侯猛地一拍大腿，夏老六，你这朋友我万金侯交定了，55分成，我万聚当接了。夏家正屋的门开了，万金侯带着他那招牌式的阴柔笑容与我并肩走出。门外风雪依旧，但院子里的气氛已经截然不同。50口煮着臭泥浆的破锅还在冒烟，但这层拙劣的伪装已经成功的为地窖里那座真正的金山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时间。夏兄，合作愉快。万金侯没有再叫我夏老六，这声夏兄代表着他已经将我放在了平等甚至略高的位置上。他从怀里掏出一块雕刻着复杂云纹、通体碧绿的极品翡翠玉牌，递到我面前。这是我万聚当最高级别的信物，见牌如见我。以后在清河郡，不管是官府还是绿林，敢动你夏家的人，都要先掂量掂量万家的分量。我没有推辞，坦然接过玉牌，入手温润。这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我们这座私盐帝国在明面上的最强护盾。3日后，我会派最亲信的车队，在子夜时分来窝窝村后山接货。第一次交易，那500斤雪花精盐，我万家全吃了。按照商议的55分成，我会带来现银。万金侯目光灼灼地看着，仿佛看到了无数真金白银滚滚而来。一言为定。不过吴滩和钱柜那边，我抛出了最后的问题。夏兄放心。万金侯冷哼一声，吴滩那种蠢货，连局势都看不清，死不足惜。至于那个跳梁小丑钱柜，我会让人去敲打他。在青石镇，万家要碾死2只蚂蚁，易如反掌。万金侯带着他那群杀气腾腾的黑衣部，如同潮水般退出了夏家大院。当大门重新关上，整个院子彻底安静下来。四嫂苏红秀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老天爷啊，吓死老娘了！那可是县太爷和万家的少东家啊！老六，你竟然跟他们平起平坐的谈买卖，还分了他们1半的钱。苏红秀虽然吓得不轻，但脑子里那根关于钱的弦是绷得最紧。500斤金盐，就算100文一斤卖给他们，1半的利润也有25两银子，咱们这是要发大财啦！四嫂，格局打开点。我走上前，将他从雪地上拉起来，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万聚当可不是福满楼那种小打小闹的酒楼，这等品质的雪花盐，万金侯拿去州府，甚至卖给京城的达官贵人，包装成极品雪域盐，1两就能卖出天价。500斤，他至少会给我们带来500两白银的现款。
500两！苏红秀尖叫出声，眼白一翻，差点震晕过去。大嫂上官芷兰和三嫂云幼薇也是惊得捂住了嘴，满眼的不敢置信。500两，加上之前从钱柜那里敲诈来的300两和地契，还有福满楼的分红，夏家的财富在短短1个月内竟然膨胀到了一个让人窒息的地步。小叔，财帛动人心，更何况是这等暴利。五嫂林黛雪走到我身边，虽然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眼神却异常清明。万金侯今日虽被你震慑，答应55分成，但万家势大，若是他们尝到了甜头，日后想抛开我们单干，或者以武力逼迫交出秘方，我们又当如何？林黛雪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也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与资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五嫂放心，我敢给他盐，就不怕他反咬一口。我目光深邃地看向后山的方向，因为提纯精盐最核心的原材料，那种天然高纯度的消炎土矿脉，只有我知道在哪里。而且提纯的最后一道工序里，我加入了一点佐料。佐料。二嫂柳如烟不知何时已经从屋顶跃下，站在我身后，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不错，如果没有我特制的那种草药中和剂，提纯出来的盐虽然看着白，但吃下去必定腹泻不止，时间久了甚至会中毒。这不仅是提纯的关键，更是控制万家的缰绳。我冷冷一笑，前世作为特种兵，野外制毒和解毒的手段我了如指掌，这就是我敢于豪赌的底牌。五个嫂嫂看着我，眼中除了震惊，更多的是深深的敬畏。这个曾经的败家子，不仅武力惊人，这份深谋远虑和狠辣手段，简直让人胆寒。好了，危机暂时解除。大嫂、三嫂，把院子里那些破锅收拾了。四嫂，这几天地窖里的活不能停。二嫂，晚上继续跟我进山。我一声令下，夏家这台疯狂运转的机器再次启动。3日后的子夜，窝窝村后山的一处隐蔽山坳，寒风凛冽，我带着全副武装的柳如烟，静静地站在雪地中。在我们身后是整整50个用防水油布严密包，每个重达10斤的盐包。很快，一阵极轻微的马蹄裹着破布的脚步声传来，3辆没有标记的黑色马车，在10几名精悍护卫的护送下，悄然驶入山坳。带队的正是万金侯的心腹大管事，他没有废话，直接命人验我。当他用银针刺破其中一个油骨后，挑出一点如霜雪般的精盐放在舌尖品尝后，他那双老练的眼中瞬间爆发出狂热的光芒。果真是绝品神仙盐！大管事激动的声音发颤，他立刻转身从马车上搬下一个沉甸甸的红木箱子，恭敬地递到我面前。夏爷，这是少东家许诺的500两现银，请点收。少东家还有一句话，让小人带给您，合作愉快，静候佳音。我打开箱子，借着微弱的月光，500两白花花的银锭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里面，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替我多谢万少东家。我合上箱子，示意柳如烟接过去。嚯，你们带走，记住，这山里的路不好走，千万别留下痕迹。小人明白。大管事一挥手，护卫们迅速将50包精盐装车，如幽灵般消失在夜色中。这500两白银加上家里的存项，夏家已经拥有了近1000两的巨款。回到地窖，当四嫂苏红秀看到那一箱子白银时，整个人直接扑了上去，抱着银子又哭又笑，连算盘都不要了。大嫂和三嫂也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这只是第一笔，以后每个月只要我们的产量跟得上，这样的箱子会源源不断的送来。我看着被财富震撼的嫂嫂们，平静的说道。而就在夏家沉浸在暴富的喜悦中时，青石镇的县衙里却正在上演一场凄惨的戏码。吴贪自从那夜从夏家灰溜溜的逃回来后，就整日提心吊胆，生怕万金侯真的把他的贪腐罪证捅到州府去。他万万没想到，报应来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致命。就在万家车队运走金盐的第2天清晨，一队由清河郡守亲自派出的铁甲军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包围了青石镇县衙。罪名贪赃枉法，勾结流寇。万金侯为了彻底定死他，顺手还给他加了个私贩兵器的重罪。吴贪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扒了官府，带上枷锁，像条死狗一样被拖出了县衙。从他府邸和私宅里抄出来的金银珠宝，装了整整10几大车。至于聚仙阁的老板钱百万，也因为涉嫌行贿和诬告，被郡兵一起所拿。聚仙阁被永久查封。曾经在窝窝村一手遮天的李正钱柜，在听到吴贪倒台的消息后，直接吓得中风偏瘫，彻底成了一个废人，连夜被家人抬出了窝窝村，不知所踪。仅3天时间，压在夏家头顶上的2座大山，县令吴贪和李正钱柜，在万巨当这台庞大的国家级资本机器的运作下，灰飞烟灭。窝窝村的村民们惊骇莫名，他们不知道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那个曾经被他们唾弃的夏老六，如今不仅住上了大砖房，连镇上和县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都接二连三的遭了殃。一时间，整个窝窝村再也没人敢靠近夏家大院半步。我甚至成了村民口中能呼风唤雨、有山神庇佑的活神仙。外部的威胁彻底扫清，夏家的私盐帝国进入了疯狂扩张的黄金发展期。开春之后，冰雪消融，有了那近1000两的巨款。我没有把钱藏在地窖里大米，而是开始了夏家大院的全面扩建。我花高价从镇上请来了最好的工匠们，在原本的青砖大院基础上，向后山方向买下了大片荒地，直接圈起了一座占地数亩、高墙深院的庄园。原先的隐蔽地窖被我彻底改造，深挖扩建成了3座相连的地下大型作坊。五嫂林黛雪设计的连环纱绿塔被等比例放大，安装了整整10套。四嫂苏红秀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掌柜，她不仅掌管着每天几百斤的金盐出货量，还指挥着大嫂和三嫂，雇佣了几个签了死契、绝对忠诚的聋哑仆妇在作坊里干粗活。二嫂柳如烟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财富的暴增，安全成了重中之重。我利用特种兵的格斗体系，开始系统的训练柳如烟。她天赋极高，加上我的教导和精良的武器配备，很快就成长为了一名能独当一面的顶级护卫。我让她负责庄园的安保，训练几头买来的凶悍藏獒，日夜巡视。而对于五嫂林黛雪，我给了她一份特殊的礼物，在庄园
园最幽静向阳的一角，我让人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2层的小屋，去聆听雪轩。这里不仅有最暖和的火墙火炕，更重要的是，我花重金通过万巨档的渠道，为他搜罗了整整几大车的各种古籍、孤本、医书、兵法、机关术，甚至奇闻异事。我一把抓起挂在墙上的重型连发手弩，将装满10支破甲如剑的剑弩咔嗒一声推入槽中。这把弩是我用高价买来的金刚，在庄园的地炉里反复锻打半个月才成型的大杀器，不仅射程翻倍，穿透力更是骇人听闻。我转身看向柳如烟，她早已换上了一身紧身黑衣，双刀出鞘，犹如暗夜中的修罗。二嫂，按甲级预案行动，你去通知大嫂他们进入地下安全屋，放狗，开机关。明白。柳如烟身形一闪，如同鬼魅般掠出房门。我推开窗户，纵身跃上屋顶。今夜没有下雪，但月黑风高，正是杀人越货的好天气。借着微弱的星光，我隐约看到庄园外围的雪地上有20几个犹如黑豹般敏捷的身影，正悄无声息地向着庄园3丈高的青砖院墙靠近。他们动作整齐划一，甚至连呼吸的频率都控制得极好。不是普通的流寇，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死士。我眼神一凛，万金侯不会这么蠢，他现在正靠着我的严嵩旁敛财，不可能自断财路。那么这批人只能是州府，甚至是京城里其他眼红血预言的顶级权贵派来的恶狼。想摘桃子，老子崩了你们的牙！我像一只蛰伏的夜枭，静静地趴在屋脊的阴影处，看着那群黑衣人抛出带有金刚倒刺的飞爪，悄无声息地攀上了院墙。为首的黑衣人打了个手势，20几个人如同落叶般轻盈地跃入院内。然而他们落地的一瞬间，噩梦开始了。2声极其微弱的脆响后，是2道压抑不住的惨叫。吴嫂林黛雪在院墙内侧的落地盲区布置了最阴毒的连环翻板，2个黑衣人直接掉进了布满淬毒倒刺的深坑，当场毙命。有埋伏，散开！首领脸色大变，立刻低喝，但已经迟了。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狂吠，3头体型堪比小牛犊，被柳如烟用生肉和鲜血喂养出来的纯种藏獒，红着眼睛从暗处扑了出来。这些畜生根本不怕死，一口就咬碎了一个黑衣人的喉咙。结阵，杀狗！首领拔出长刀，怒吼道。就在他们为了应付藏獒而聚拢阵型的那个致命瞬间，我扣动了扳机，重型连发手弩发出了死神的咆哮，5支带着幽蓝毒芒的金刚破甲剑，以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撕裂了黑暗。最前面的3个黑衣人甚至连惨叫都没发出来，便被巨大的动能贯穿了胸膛，犹如破麻袋般被死死钉在了院子的青砖地上。敌袭在屋顶，放暗器！首领双目赤红，几枚飞镖呼啸着向我砸来。我冷笑一声，一个战术翻滚避开，同时双手上膛，又是3连发。首领身边的2个护卫应声倒地。就在首领惊骇欲绝，准备寻找掩体时，一道黑色的闪电从侧面的回廊中杀出。柳如烟双刀翻飞，犹如在人群中起舞。他没有多余的动作，每一刀都精准地划过敌人的颈动脉或脚。鲜血在冰冷的空气中喷溅，化作一阵猩红的血雨。不到半炷香的时间，23个顶尖死士，22具尸体，只剩下那个首领，被柳如烟挑断了手筋脚筋，如烂泥般瘫倒在血泊中。我提着手弩从屋顶一跃而下，走到他面前，说吧，谁派你来的？我踩住他还在流血的肩膀，声音冷得像冰。首领咬着牙，眼中满是怨毒和惊恐。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一个农户怎么会有军中的重弩和这种杀阵？是我在问你。我脚下猛地用力。我说。首领痛得浑身痉挛。是江南盐帮的总舵主，你们的血域延断了，盐帮在北方的财路，总舵主下令要拿你们全家的人头逼问秘方。江南盐帮，大夏朝最大的地下势力之一，背后甚至有京城大员的影子。我与柳如烟对视一眼，皆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这已经不是一县一郡的贪官了，这是牵扯到整个大夏朝国本的庞然大物。就在这时，庄园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夏爷手下留情，是自己人。万巨当的大管事浑身是血，骑着一匹快要脱力的战马，跌跌撞撞地冲进院子，从马上栽了下来。我快步走过去将他扶起。出什么事了？少东家遇袭了。大管事吐出一口黑血，死死抓着我的袖子。江南盐帮联合了州府的青云商会，全面封杀万家的盐路。少东家在回京的路上遭遇连环刺杀，身受重伤，他让我拼死突围来送信。大管事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块染血的丝帛。少东家说，树大招风，盐帮势大，万家独木难支，夏兄若想自保，唯有割据一方，或者放弃秘方逃命。说罢，大管事头一歪，晕死了过去。寒风吹过满是血腥味的院屋，我握着那块染血的丝帛，抬头看向漆黑如墨的夜空。风暴终于彻底降临了。夏家庄园，听雪轩，火墙将屋内烘烤得温暖如春，但屋内的气氛却凝重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八仙桌上放着2样东西，一样是那块染血的丝帛，另一样是我刚刚组装完成的一把更为精密的连发金弩。我的5个嫂嫂全都围坐在桌旁，经过这几个月的洗礼，她们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些在破庙里瑟瑟发抖、任人欺凌的弱女子了。大嫂上官芷兰看着丝帛，虽然脸色发白，但眼神却异常坚定。老六，万家这是扛不住了，江南盐帮那可是几万人的大帮派，官府都拿他们没办法，咱们真的要逃吗？逃！四嫂苏红秀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茶盏叮当直响。她那张明艳的脸上满是煞气，眼里闪烁着护食的凶光。老娘辛辛苦苦攒下这一份家业，地窖里还有几千两银子和上万斤的盐，谁敢让老娘逃？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老娘也要拿算盘敲碎他的狗头！老六，
咱们有钱，咱们招兵买马。四嫂说的对，三嫂云佑薇虽然声音柔弱，但双手却紧紧攥着一把剪刀。小叔，我们不走，大不了和他们拼了。我们一家人死在一起，也好过在外面做流民。二嫂柳如烟没有说话，她只是默默地拿起一块磨刀石，开始极其专注地打磨她的双刀。那霍霍的磨刀声，就是她最响亮的回答。我转头看向一直看着桌上一幅大夏朝江玉图的五嫂林黛雪。五嫂，你觉得呢？林黛雪缓缓抬起头，那双清澈如秋水般的眸子里，此刻竟然燃烧着一种足以让天下诸侯侧目的野心和疯狂。小叔，林黛雪的声音清冷而决绝。自古以来，盐铁皆为霸业之计。我们手中握着天下最好的盐，又积累了足以武装千人的巨额财富。江南盐帮为何要杀我们？因为他们怕这天下最好的盐摧毁他们建立在百姓血泪上的帝国。林黛雪伸出纤细的手指，在地图上的清河郡重重地画了一个圈。退一步是万丈深渊，家破人亡；进一步便是海阔天空，王侯将相。林黛雪直视着我的眼睛。小叔，你一身神鬼莫测的本领，又有夺天地造化之能。既然这乱世不给我们夏家留活路，那我们便在这乱世中自己杀出一条王道来。好！我猛地站起身，一股压抑了许久的铁血豪情在胸腔中轰然炸裂。前世为国立人，今生我要为自己和家人展出一个太平盛世。我看着面前这5个与我生死与共的你。大嫂，你负责后勤总管，管好我们夏家的大后方。三嫂，你带领死气不复，将提纯之法改良到底。我要我们的盐成为天下不可或缺的神物。四嫂，敞开你的钱袋子，拿出所有的银子，去关外买马，去黑市买铁。我要武装一支战无不胜的私军。二嫂，从明天起，你就是夏家军的第1任总教头。那些敢来犯的死士，来一个杀一个。五嫂，我走到林黛雪面前，将那把最新研制的连发金弩郑重地放在她面前的地图上。你便是我夏家的天下兵马大军师，这天下的大棋局，我来冲锋，你来执子。 5个女人同时站起身，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誓死追随小叔。次日清晨，窝窝村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大暴雪。我推开夏家庄园那2扇厚重的纯铜大门，门外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掩盖了昨夜的血迹，却掩盖不住即将席卷整个大夏朝的惊天风暴。我身披玄色大氅，腰挎长刀，手挽重弩，在我的身后是全副武装的柳如烟，是运筹帷幄的林黛雪，是精打细算的苏红秀，是整个夏家犹如铁桶般坚不可摧的核心。远处隐约有战马的嘶鸣声在风雪中回荡。